结婚当天，婆婆突然变脸，非要穿婚纱，说要体验一下洁白婚礼的感觉。我气乐了，问男友怎么处理，他支吾了下：我妈养我不容易，被小你做晚辈的让她怎么了？让，当然让。我扯下头纱，亲自给婆婆戴上，连新郎我都让给你。我和张志龙相恋2年，今年秋天正式登门拜访双方父母，确定关系。婚期定在1个月后，今天趁着天气好，我俩一起到纱店选购礼服，陪同的人还有张志龙的妈妈。3个人原本在外头还有说有笑的，谁知一进门，他妈妈直奔镇店款的那套婚纱而去。我原本心里一甜的，有种很受重视的感觉，可不等我上前，他就自顾自地拿着婚纱，对着镜子比划，还叫男友帮他看看美不毒。导购员看了我一眼，很是尴尬，小声地问我是不是陪他来选购的。我能说什么？只能走过去拉了拉张志龙，问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张志龙却一脸不在意：我妈也是看好你，换了别人，你看他会不会搞这么隆重？可这是婚纱啊！我看了眼拉着导购员说笑的婆婆，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咱们的结婚典礼上，妈穿这身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你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不知道是哪句话惹到了张志龙，他突然高声冲我吼了一句：你看不上我家就直说，别拐弯抹角扯理由。你什么意思？我被吼得一愣，霎时间眼圈就红了。我说什么了吗？我什么都没说，你这意思是对我不满，是不是？店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受到我们这块，就连在试衣服的婆婆也看了过来。她走到我面前，拉了下张志龙的衣服，皱着眉看我：干什么这是？在外边也吵吵闹闹的，宁宁你有什么事不能在家说吗？这是外边，能不能安宁点？旁人看向我的目光顿时就变了质，我甚至听到有人窃窃私语评价着我。我难受死了，今天本该是高兴的日子，结果却受了这种委屈。我气得转头就走，让他们俩在这是个够。反正看样子他们也没觉得自己有错，那我还留在这干嘛？看婆婆是婚纱吗？我不至于这么贱。回到家，我把这事和我妈说了，她也很生气，但她比我耐得住脾气，跟拉着闷头抽烟的老爸2人一合计，把之前喜笑颜开的态度全都收住了。来问我喜讯的亲戚碰了一鼻子灰，尴尬地问怎么回事。我妈就说一切还在商定，不急不急。于是就这么拖了好几天，直到大家伙发现我家慢吞吞的，好似不想女儿了一样。张志龙家才急了，我已经好多天没看见他了。那天不欢而散后，原以为他冷静后会认识到错误，没想到他硬着脾气等我主动道歉，条消息一个电话都没有，态度高高在上，这让我全家更气愤了。这次他带着礼品上门道歉，没一个理他的。之前我爸还拍着他肩膀喊他儿子，此刻直接将他晾在门口，端着小喷壶跑去给他的塑料仙人掌浇水。我妈更是拿着拖把在客厅拖地，一点要邀请他进来的意思都没有。这算是下马威，也是摆脸色告诉他，邻家的女儿不容欺辱。我亲眼看到他变了脸色，忍了又忍，将态度放到最低，好声好气的赔礼道歉。末了拉着我的手告诉我，婆婆早就后悔了，只是着愧的不敢找我。见她表现良好，且认错态度没得挑，我也就不再揪着这事不放了，只是很认真的告诉她，如果婆婆想穿白纱礼服，那一定要提前和我说，我好换一身中式的，和她错开，这样大家都不尴尬，婚礼上也不会有喧宾夺主的场面。她点点头，嗯了一声，至此小摩擦就过去了。
我想着婆婆应该不会再做出这种事，再说我也好商好量的把解决方案告诉了他们，在理的人家绝不可能犯2次错误。谁成想，婚礼当天有很多仪式，我坐在婚床上，一身洁白婚纱，满脸笑容的等着张志龙来接我。围坐在我身旁的伴娘叽叽喳喳，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长辈们笑着闹着，感叹我一转眼就长大嫁人了。我妈躲在书房里哭了又哭，拉着爸爸的手不肯松开，就连一向沉默的爸爸，在目送我即将踏出大门时，也紧紧拽住了我的手。要过得好知道吗？哪里不开心了就回来，爸给你做主。最后这句话是对张志龙说的，他要张志龙发誓一定要对我好，婚后要是让我难过或者对我不好，他说什么都要打上门把我接回来。我泣不成声，坐在婚车上哭花了妆。跟妆的化妆师给我补了一遍又一遍，还是赶不上我熨妆的速度，只能无奈的让我先哭个够，之后再说。倒是张志龙没什么表情，全程都有点心不在焉，一个劲的拨弄着胸口的礼花。怎么了？我握住他的手，很紧张是吗？有一点。他慢吞吞地说，宁宁，咱们这就算是夫妻了是吗？做妻子的在外边全力配合丈夫，对不对？你说这干嘛？我嗔怪的瞪了他一眼，我肯定会给足你面子啊，这点你放心。那就好。他像是松了一口气，忙将手掌的汗擦在裤腿上。这举动有点奇怪，让我的心暗暗提了起来。幸好直到举办婚礼的酒店也没出什么意外，我被接到了临时休息的房间补妆，顺便整理整理婚纱，看看有什么漏的。几个伴娘围着帮忙，有一个很是机灵的跑去外边帮我拿水，叫我上场前润润喉咙。可等他回来，却是满脸涨红，气得肩膀都在哆嗦。怎么了？是酒店服务员刁难你了吗？我有些不高兴，花了那么多钱，不至于要杯水都不给吧？这什么破酒店？说罢我就要出门亲自替小姐妹讨回公道，却被他一把拉住。不是的，宁宁，我生气不是因为服务员。他的脸越来越红，高跟鞋跺得很响。马德，这算什么事？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一家。怎么了？我突然觉得很不安，特别是小姐妹说着说着，难过的眼睛都红了。她握住我的手，一个劲的叫我先别生气，怕我气出个好歹了。大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静悄悄的，只等她说。宁宁，你那个婆婆，她穿了一身和你一样的婚纱。小姐妹们扶着我，叫我坐在床上好好歇息。有人急忙给我扇风，有人给我拿杯子倒水，大家都气到发疯，个个脸红的要命，却忍着没有爆发出来，因为我哭了。我哭得无声无息，眼泪直掉，才化的妆又毁了。但我不是因为委屈和难堪哭的，而是疼痛下的生理反应。我控制不住即将喷涌而出的怒火，只能掐大腿让自己冷静下来。怎么办，宁宁？这事太恶心人了。年龄偏小的伴娘讪讪开口，要忍吗？我不想你忍，但这事也只能算恶心人。宁没出场，谁也不清楚其中缘由，万一别人说只是个误会呢？到时候难堪的还是宁宁。年龄稍大些的伴娘冷静许多，大家齐齐商量对策，最后决定把张志龙找来。他是今天的新郎，也是外面穿着和我同款婚纱、耀武扬威的女人的儿子。不管怎样，他必须给个说法。在我明确告诉他有事就得先和我商量的前提下，他还瞒着一切，让婆婆穿了婚纱恶心我。他是怎么想的？越想越气，在张志龙进了房门后，我上去就是一巴掌，狠狠地打偏了他的脸。你是怎么和我说的？我高声咆哮。
你告诉我你妈妈已经知道穿婚纱和我同台不对了，现在呢，还和我穿同款，你妈妈是怎么想的？这婚不想结就不结了，我又不求着你，你这么恶心我做什么？说到这，我又想扇他一巴掌，却被他一把拽住。你闹够了没有？他狠狠推了我一把，伴娘们冲上来，手慌脚乱的接住我，才没让我因为婚纱绊倒。穿婚纱怎么了？我妈抚养我长大容易吗？穿个婚纱又能说明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我不可理喻。我站起身，冲到他面前质问他，到底是谁不可理喻？我说过没有？如果他想穿白色礼服，我就提前安排自己穿中式绣和服，我会和他错开，保证大家都能高高兴兴过这一天。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说过的话是放屁吗？还是你妈你们全家故意的，非要让我在今天难堪是吗？话说到这份上，已经算是撕破脸了。我已经管不了其他，提起裙摆撞开张志龙就要走。结个屁的婚！老娘今天已经被这辱够了。但张志龙不是这么想的，他看我动真格说走就走，立马慌了神，冲上来拉住我，叫我别离开，说大喜的日子给他一点面子，别动不动发脾气。我已经彻底看清他了，直到此刻，他还是觉得都是我无理取闹，是我乱发脾气，想要搞砸一切，什么都是我的错，什么都是我斤斤计较。我能说什么？我只能叫他死远点，别妨碍我回家。伴娘团见我态度坚定，立马就围了上来支持我，大家将我团团围住，不准张志龙靠近，快速的往酒店门口跑去。跟妆的化妆师和摄影师不明所以，见我走了，吆喝着团队跟上。乌乌泱泱的一大群人都跟在我身后，人数太多，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就连主宾那边也有人走过来看热闹。而我们这群人又恰好撞上了在门口迎宾的婆婆几人，婚纱 vs 婚纱，好一出婆媳同款，顿时就有人感觉不对劲了。本来单婆婆一人穿，只是觉得太隆重，没人多想，但此刻我也站在这其中的意味就很深了。天婆婆还一脸无辜，询问我时间还没到，出来干什么？我冷笑一声，扫了眼满脸哀求的张志龙，高声问了一句：您今天花了不少时间穿这身婚纱吧？怎么样？有没有得到满足？大家是不是都在夸你穿的好看？今天全场的焦点全是您吧？林宁宁见我越说越不对味儿，张志龙跑过来想要把我拽走，伴娘们立即出手阻拦，现场闹哄哄的，所有人都在吃瓜。我早就丢光脸了，现在还管个屁！看他们一家子装糊涂的样子，我就恨得慌，伸手把头纱扯了下来，逆着人群走到婆婆面前，直接给她上。就穿婚纱怎么行？还得戴头纱才够味，不然大家会怀疑今天谁才是主角。林宁宁，我妈是长辈，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隔着人群，张志龙还在冲我咆哮，婚礼都没举行完，你就这么不孝？你让我妈怎么了？志龙，站在我面前的婆婆立马就娇弱不堪，可怜巴巴的看着儿子，要不是亲眼看见，我都不知道她还能查成这样，索性她早点暴露也好，省得我嫁过去后悔。但是我更百忙了，扬起手就开始鼓掌，让，当然要让，我今儿把新郎都让出来。听完我们对话的宾客炸开了锅，现场吵闹的比菜市场都还凶。我笑着带头鼓掌，伴娘团也开心的陪我一起。就在我很是解气的这一瞬，张志龙抓住机会冲上来，掐着我的脖子就是一巴掌。我让你气我妈，我让你气我妈。这一巴掌我没有反应过来，生生挨了。身旁的伴娘团愣了一秒，下一刻暴怒的扑上去，
尖尖的指甲扯着张志龙，将他拽倒，把他的脸划得稀巴烂。志龙，婆婆想冲进来救他，被甩到一边，哭得直跺脚。我站在一旁，将凌乱的发丝勾到耳后，舔了下口腔里破皮的地方，气到狂笑。你怎么敢啊！我抬起脚，对着张志龙的下三路就是狠狠一踩。高跟鞋刹的伤力不亚于锤子砸鸡蛋，只听他啊的一声，下一秒就被其中一个伴娘用餐巾纸堵嘴，对着他的下巴就是一拳。现场混乱的不行，张志龙家的亲戚几次要来阻拦，都被人流冲开。等好不容易制止住了，张志龙已经不成人样的瘫在地上，红裤衩都露了半边。小贱人，我要杀了你！婆婆要疯了，她从旁边的桌子上摸了把餐，又要捅我，被我利落的躲开。我指着她和张志龙狼狈的样子，哈哈大笑。大家哪见过婚礼能办成这样的，也从没见过准婆媳能在婚礼现场撕成这样的。今天可真是大开眼界，议论声从头到尾就没停过。张志龙家的亲戚眉头皱的都能掐死苍蝇，其中一位年老的长辈更是重重的哼了一声，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像个东西，叫我趁早滚。张家不要我这种搅事精，一把年纪了还嘴上不积德，你他妈骂谁呢？接到伴娘电话的爸妈匆匆赶来，打一见面就见一大帮人指着我骂。我妈顿时就发飙了，冲上去顶在我面前，谁指我就骂谁，附要把全场撕死的凶悍样。我爸更是勇，抄起歪倒在旁的椅子就是一甩，砸了一地的木屑，咆哮。我倒要看看你张家是哪来的脸，敢这么欺负我女儿！什么垃圾一家，母子关系混乱成这样，妈不像妈，穿着人小年轻的婚纱到处窜，儿子不像儿子，没本事劝你妈就把脾气撒媳妇身上，你算什么东西？爸爸的手指几乎要戳到张志龙眼睛里了，极尽嘲讽和不屑。老子活了50几年，头一次见你这种品种的垃圾，你要真离不开你妈，今天这婚礼就给你们续上。说得好老林。妈妈从兜里掏出200块钱，啪的一下拍在桌子上，这份子钱我先给，祝你们200年好合，早生贵子。夫妻俩一唱一和，一句脏话没骂，却鄙视尽了所有人。从没受过这种气的张志龙妈哆哆嗦嗦的伸出手要说什么，被我妈一个眼神瞪了回去。哪来的老碧螺春，安心享受你的婚礼就得了，少得便宜还卖乖。全场寂静，我躲在爸爸宽厚的背影下，感觉自己都不气了，真得劲。这种大场合还是爸妈撕起来才爽。亲家母，你们误会了。直充当背景板的张志龙爸开口了，我们从来就没有不喜欢宁宁的意思，今天闹成这样，真的就只是误会。误会？我妈撇嘴一乐，你老婆都穿起婚纱，喜气洋洋了，你还觉得是误会？你几千度的近视眼啊，这都能看错？还是你觉得这很正常？行啊。说罢，老妈扫视全场，从角落里抓出一人拖到中间，指着他问：来，让你早嫁人的姑娘说说，她的婚礼上婆婆是不是也穿着婚纱，在那耀武扬威的膈应人？说罢，老妈低喝一声，说啊，大家伙都等着你开口。哦，张志龙的姐姐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上来，将求救的目光看向自己的爸妈。这关我女儿什么事？见宝贝女儿受难，张志龙妈瞪着眼，狠狠地骂道：扯一无辜的姑娘在那骂，你是不是人？你女儿无辜，我女儿就该遭受这一切吗？一听她胡搅蛮缠，我妈就受不了了，声音拔高的怒吼：信不信我撕烂你的？那天的婚礼闹得不欢而散，我爸一个电话
把全村连亲带故的爷们都喊来了，硬是把我抢了回去。我挺直脊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身后张志龙还在叫说这事没完，他不会放过我。你来啊！小堂弟回头冲了几步，赶找我姐麻烦，小心你的狗腿，吓得他倒退一步，左脚踩右脚，摔了个狗吃屎。我嗤笑一声，瞅他那吃软怕硬的怂样，只觉得自己以前眼睛被猪屎糊了，怎么就瞧上了他？幸亏没嫁成，不然婚后能把我怄死。回去我爸妈就包了几个厢房，好好感谢今天帮我站场的亲戚朋友，特别是我的伴娘团，我妈每人塞了500，拉着谢了半天。小姐妹们一改彪悍的模样，害羞地说没关系。等酒足饭饱各自回家了，爸妈才露出凝重的表情，这是还有的掰扯。爸爸点燃烟眯着眼，看张家那架势，估计后头会找人来闹啊，谁怕谁？这一大家子男女老少没一个长脑子的，我倒要看看谁最没脸没皮。妈妈愤恨地说着，反倒是我全程没有开口。怒火和激情消退后，我只感觉浑身疲惫，一股说不上来的委屈。勉强和爸妈道了晚安后，我缩在被子里小声哭了会，之后将房里张贴的红喜全都撕了，剪碎扔进垃圾桶。等做完这一切，我睁眼到天亮，平静地等待着张志龙家来算账。果不其然，一大早7点不到，门就被敲得啪啪响。乌乌泱泱的一大家子杀上门，开口就说要回彩礼不说，还要叫我们赔张志龙这傻幼的青春损失费。我妈都气笑了，你儿子是哪只千年母鸡下的蛋，就这么金贵，连青春损失费都说得出口。我家志龙和你女儿谈了4年，这4年来花的精力和财力无数，凭什么不要还？张志龙妈趾高气昂地抱着手臂，也不是我说你们，你家林贝宁都27、8了，老姑娘一个，要不是我们志龙心善答应娶，就她这样的能嫁得出去。哦，我女儿27、8，你儿子31了，怎么不说？我妈一拍桌子站起来，要不是和你们家的狗东西谈了4年，我女儿至于跑到这个年龄吗？你们还有脸要赔偿？我陪你一口谈要不要啊？你怎么这么没素质？张志龙妈气得哆嗦，幸亏没娶，就这种家教，我们张家可要不起。我呸！家教和素质是对人讲的，你们是人吗？我妈挽起袖子，声音越说越大，眼看着要动起手来，在场的男人们终于站起身，开始介入。我妈挽起袖子，声音越说越大，眼看着要动起手来，在场的男人们终于站起身，开始介入。你要是个男人，这事就这么定了。灭烟头，爸爸淡淡的开口，要是个怂包，你就由着你老婆在这继续，我没意见。强大的气场在客厅蔓延，妈妈坐在爸爸身边，冷静了不少，两人脸上一样嘲讽的笑容，直视着面前的一堆人。人数虽少，但完全不惧。推出来做代表的张志龙爸狠抽了2根烟，等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哑得不行。我是真的把宁宁当闺女看，也真的希望她和志龙过得好。昨闹的那出我从头看到尾，错在我们，这是没得说。老张，你说什么呢？见他道歉，挑眉毛瞪眼的张志龙妈立即不干了。我们哪错了？闭嘴！见他还想挑事，张志龙爸吼了他一句：怪我不该由着你性子，你看看你闹出多大的笑话来。张志龙妈不敢开口了，畏思缩缩的坐在那不吭声。亲家母，也希望你能原谅他。说到这，张志龙爸语气又软了。我大他妈妈7岁，平日里算是一直哄着他，把他捧得有些骄纵。昨天他穿婚纱，真的就只是想穿漂亮点，
没有其他意思。他就是一根筋，做事脑子不过弯，你们别怪他好吗？他越说态度越低，最后都把自己摆到尘埃里，前所未有的自贬，弄得爸爸也不好说什么，张嘴就想劝他别这样。妈妈也坐立不安，总感觉再骂下去站不住理。我倒是不这么想，看着那张和张志龙有80%像的脸，我低声笑了。叔叔，张志龙要是能学到您3成功力，想来我已经傻乎乎的嫁过去了吧？事后诸葛亮谁不会？您时到今日才把话解释完是什么意思？哪来什么误会不误会？我可不相信有哪个40、50岁的女人是抱着单纯爱美的心思和儿媳同穿婚纱在婚礼上，更不相信哪个养家糊口的男人连儿子婚礼老婆穿婚纱对不对都不清楚，把谁当傻子呢？我笑了笑，主动把彩礼那张卡递给他。下马威就下马威，我不接就是，何必自打嘴巴？我又不在乎。此话一出，他把脸青了，夹烟的手一抖，烟灰落在裤腿上烧了个洞，烫得他手慌脚乱，站起来直跳。爸妈反应过来，立即和我站一边，礼貌又客气的把他们请出家门。这是按理来说算是告一段落，各自退婚，再相看人家就是，没必要闹得太难看。毕竟大家伙都住同一个市，谁也说不好哪天就碰上了。可张志龙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全家都丢了面子，所以他非要把这事弄得所有人都指责我，才觉得心里舒服。于是一则匿名投稿发到了网上，标题为不满婆婆穿得比自己隆重，某市一女子在婚礼现场大打出手。全篇隐瞒了婆婆一家干的好事，将我刁钻刻薄的嘴脸全都展现出来。更绝的是，上面出现了我家的地址，以及我们一家3口的照片，一切的一切均为真实的。而他一家则销声匿迹在风暴外，独留我和家人遭受这突然起来的网暴。我火了，私信爆炸。慕名而来想见识见识我要横的人特别多，更有些键盘侠用极尽侮辱的字词攻击我的爸爸妈妈，还拿我的照片 P 表情包上香，笑我27、8老姑娘了还有脸闹。那几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里想了很久，想自己是不是真的该死，才会让爸妈遭受这些责骂。但我左思右想，依旧觉得自己没错。有些人犯贱起来是不分青红白的。我报警了，在周围人指指点点的目光下走进派出所，将近些天来遭受的一切全都说了。几位民警安慰我说，这些证据都很清晰明了，他们会尽快调查清楚，还我一个公道。于是我回去等了2天，在接到派出所电话前，我先收到了张志龙的威胁。他问我是不是报警了，还说他要是因为我丢了工作，会弄死我。我全程录音保存，淡定地告诉他造谣并且透露我全家信息是违法的，就等着派出所传唤吧。他骂了几句脏话，说现在就要过来找我算账。我不慌不忙地挂断电话，然后拨打了110，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于是快速出警的警察小哥在我家楼下蹲到了张志龙，还从他兜里搜出了把水果刀。这下事情就严重了。在他被关押期间，他妈妈跑来几次，哭着求我撤诉原谅他，说他就是太爱我了，不甘心和我断了姻缘，才会做出这些事的。说完还期期爱爱地瞅着我，问我为什么就不感动。我疯了才会感动。推开他的手，我快速钻进屋，不理会他在外边又叫又骂，实在闹得烦人，我就继续报警，告他骚扰我。很快，门外狂叫的人就从张志龙妈换成了他爸。这位功力可就深厚了，提着礼品大包小包的站在我家门口，很是彬彬有礼。
我警惕地隔着门与他对视，心里暗自庆幸，早早就把爸妈劝到外省旅游，不然就人家这里住，我爸妈怎么着都不好意思把他关外边，但我就好意思了，甚至以目前独居为由，拒绝他进入。张志龙爸有一瞬间扭曲了脸，但他还是沉住气，姿态温和又诚恳地把来意说完，接着不给我拒绝的机会，将礼品放在门口，转身离去。我呵呵一笑，才不在乎，你敢放，我就敢不理，反正门口有监控，谁爱偷就偷，和我有什么关系？于是这事就这么僵住了。张志龙在派出所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态度很是坚决，不肯接受私下调解，非要讨个公道，并且一定要张志龙在网络上给我实名道歉，不然这事没完。刚开始他很硬气，说什么都不肯，还笑话我以后嫁不出去，老死在屋子里也没人管。我听完笑了笑，转身喊来警察，说他骂我，于是他又多蹲了几天。在我的强硬要求下，所有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派出所在网络上给出了公告，通诉张志龙所做的事以及受到的处分。他本人也被我逼得手拿道歉书，心不甘情不愿地录了道歉视频发到网上。我的私信以及邮箱终于清静一些了，虽然还有键盘侠跳脱的在那辱骂，但我已经不会在乎了。我火速换了工作，将爸妈接到身边，远离曾经的环境，用新鲜事物填满他们曾经饱受网络暴力摧残的心。我们一家三口快快乐乐的生活着。至于出狱后的张志龙嘛，呵呵，再见到张志龙的地点也是凑巧，我陪同朋友去医院看病，亲眼目睹了几个身高1.8米以上的年轻小伙子摁着他好一通暴打，7、8个保安都没劝住，硬是等他们打完才成功拉开。我好奇地站在那看了会，从吃瓜群众的嘴里得知了事情的全部过程。不愧是母子关系混乱的张家，他妈妈作妖起来真的是没话说，眼瞅着张志龙要和一外地女孩谈婚论嫁了，他跑中间拱火，在餐桌上女孩就说了一句汤淡了些，某个极品准婆婆立马眼泪直流，一副大受委屈的样子。张志龙这个大孝子能忍，巴掌扇在那女孩脸上，恰好也扫到了桌上的碗筷，噼里啪啦的落了那女孩一身，碎片划了好几道口子，鲜血直流。女孩挨打又受气，怎么可能算了？一个电话打给哥哥们，于是就有了医院这通好戏。我听完笑得半死，瞅着地上那种成猪头的狗男人，感觉晦气的不行，立马就离开了医院。后来听说他再也没找到女朋友，别人一听说他家乡，吓得跑得飞快。本就风评差得要死，再加上他妈妈这股子舍不得儿子分给别人半点注意力的态度，谁敢和他家说亲啊？又不是没好男人挑。我倒是经历这么多看淡了，对是不是结婚完全没有念想，爸妈也不敢劝我，放任我一直单身到40。后来我瞧着别人家的孩子可爱，去孤儿院领养了个小女孩回来，小家伙乖巧是早熟的让人心疼。原本对我这举动还有点意见的爸妈，见他坐在餐桌上乖巧的自己吃饭，不用人喂，顿时就沦陷了。不出一天就自称起爷爷奶奶，疼他疼得放心肩上都怕摔了。我很知足，生活并不是一定要有男人才算圆满。虽说当初的我是因为张志龙以及他妈妈的奇葩操作才绝了结婚的念头，但不得不说，这些年来我确实过得很快乐。我自己赚钱自己花，自己买房自己住，节假日想外出玩了说走就走，不用和别人汇报，也不用征求意见，我是自由的。有朋友劝我组织个家庭，
说有老公会更有安全感，但我个人的想法是，安全感是对自我肯定的一种认知，我自信且乐观的过好每一天，安全感就充沛的很。再说了，如今我也有了贴心的宝贝，看着他蹦蹦跳跳的在公园里用小铲子玩沙，挖到了小贝壳，惊喜的朝我跑来，嘴里喊着妈妈妈妈，你看这是什么？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安全感？我很享受现在的日子，也很感激自己的选择。人生的每一条道路都是自己选的，我永远不后悔。就像我从不觉得要在那场婚礼上忍气吞声，人的脊梁骨生来不屈，你张志龙凭什么道德绑架我？林宁宁，街边的露天咖啡厅里，我正在看文件，突然听见有人喊我，抬头是个面容苍老的男人，他的目光惊喜又热切，见我回看他，立马激动地走上前，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了，最近过得怎么样？他自来熟地坐在我面前，手里的青菜和鱼顺势放在桌子上，一副要和我大谈特谈的模样。我满脸问号，都不清楚他是谁，就见他大开话匣，开始抱怨，说自己娶的老婆是个嫁女不说，还自带拖油瓶，平时对他凶巴巴的，克扣他的工资，甚至还逼着他从家里搬了出去，不肯服侍父母。我听他叨叨絮絮好久，才从他的话里拼凑出信息。张志龙，我试探的喊了一句，见他满脸欣喜，立马冷下脸。搞清楚，我和你可不是能心平气和聊天的关系，不想我泼你一脸咖啡的话，现在就给我滚！你都这把年纪了，脾气还这么臭。他难以理解我的冷漠，试图用曾经的回忆博得我的心软。别的不说，咱们之前都差点结婚了，这关系够不够？够！我一脚差点废了你，还把你送进监狱蹲2年，你觉得这关系怎么样？这话一说，还聊个鬼！他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深吸一口气，很是奇怪地压住了脾气，继续和我讲话。得了吧，你就是太爱我了才会这样，怎么不见你对别的男人狠心？我知道你忘不了我，不然这些年你早嫁了，不就是等我回头吗？说着说着，他得意起来，上下扫视我一眼，很是满意。虽然你年纪大了，但看穿衣打扮还算行，我也就不借。你脑子有病吧？我忍不住打断他的普信演讲，十分怀疑张志龙是不是脑部长肿瘤且几经晚期，不然怎么幻想和现实都分不清。他哪只眼看出我对他念念不忘，单身多年，只求他回眸。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着，不用多说，我都懂得。他一副好脾气的模样，面对我的暴躁。你不结婚，领养个小鬼，这事我已经知道了。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等我回去了就离婚，你就在家乖乖等我就是了。不过我还是要和你说清楚啊。讲到这，他停顿了下。你必须把那个小鬼送回去，我可不接受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还有就是，你嫁过来要和我一起搬回去住。我爸妈年纪大了，要个人同后，你把手头的事停了，在家里好好照顾他们就行。每个月我会给你500块买菜钱，逢年过节我再多给你100，你就放心用，我很大方的。我听着他嘴里喷粪，越说越离谱，只感觉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倒霉到家。怎么就遇到他这个妈宝傻 X 男了？不等他说完，我果断报了警，在他蒙圈的眼神里，用他的手机给那个倒霉嫁给他的女人打了电话，温和细语的将张志龙这10多分钟的话全都复述了一遍，然后通知他去派出所捞人。张志龙，我避你避啊！看着他吓到腿抖的懦弱样，我怜悯的按下了扩音键。恭喜他蹲完橘子后，家里还有一通暴打等着。说你什么好呢？我杵着下巴自言自语，
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那就祝你接下来几天过得幸福吧，毕竟这些都是你自找的。我家那位小姑子啊，大学放寒假之后就跑来我家借住，好家伙，她这哪是来住啊，简直就把我这儿当成免费的豪华旅馆了，每天都能一觉睡到太阳高高挂起，日上三竿，那都是常态。家里的各种活，她是一点都不想沾手，就跟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似的。有一回我实在忙不过来，就想着让她帮忙带一会儿孩子，结果呢，她眼皮往上一翻，满脸的不情愿，还冷冷的来了一句：“我又不是德华。”那语气真是让人听了心里很不舒服。还有一次吃完饭让她帮忙洗个碗，这可好，她直接把碗重重一摔，然后大声开怼：“我又不是你家专门干活的丫鬟。”那架势好像我是在故意刁难她一样。更过分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就因为我3岁的儿子不小心吃了他一个车厘子，他居然直接把孩子按在地上打，这一幕可把我吓坏了。他还一边打一边大喊大叫：“这是我男朋友专门给我买的，他凭什么吃？难道你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凭什么什么都得让着他？一个堂堂的大学生，居然和一个3岁的小孩子较上劲了，而且说走就走，一言不合就玩离家出走这一套。这事儿我是真的没法忍了。既然他这么不懂事，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那就别怪我到时候不客气了。”那天我下班回家，一出电梯就清晰的听见家里传来儿子的哭声，我心里猛地一揪，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脚步不由自主的加快，急忙朝着家门奔去。推开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场景让我怒火中烧。只见儿子苏苏正被小姑子死死的按在沙发上，他扬起的手一下又一下的落在苏苏的屁股上。我忍不住大声吼道：“建雪，你到底在干些什么？”小姑子听到我的声音后，原本高高举在空中的手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一般，瞬间停住了。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有些心虚的躲闪着我的目光。“嫂子，你回来了。”她故作镇定的说道。我二话不说，用力的把她推开，动作中满是愤怒与不满。紧接着，我一把将苏苏紧紧抱在怀里，仿佛这样就能给她足够的安全感。此时的苏苏哭的眼睛都变得红彤彤的，像2颗熟透了的红樱桃。她一边紧紧的窝在我怀里，带着哭腔不停的喊着妈妈，一边因为哭得太过用力，呼吸急促的喘不过气来，还时不时的咳嗽几声。看着儿子这般可怜的模样，我心疼的不行，伸出手一下又一下的轻轻抚摸着他的后背，希望能稍稍缓解他的痛苦。我轻声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苏苏抽抽搭搭的哽咽着说：“妈妈，好疼呀，姑姑好坏，姑姑打我。”听着儿子这委屈至极的声音，我的怒火就像被点燃的火药，轰的一下在胸膛里熊熊燃烧起来。小姑子赵建雪还在上大学呢，在我心里，她其实也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所以以往要是发生类似的矛盾，我总是小心翼翼的，就怕偏袒了某一方或者冤枉了谁。每次都会先仔仔细细的把事情经过问清楚，然后再做出公正的判断。可小姑子放寒假才没过去几天呢，像这样的事情就已经接二连三的发生好几次了，而且每一次都是赵建雪在那儿无理取闹。我几乎不用多问，光看这情形都能大致猜到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质问他呢，小姑子反倒先提高了音量，理直气壮地说道：“赵和苏，你别以为你妈妈回来了就开始装可怜卖惨啊！明明是你抢了我的东西，
还反过来恶人先告状，你也太有心机了。我听着他这一句句蛮不讲理的指责，心里的怒火又往上蹿了好几丈。这些话怎么能用来指责一个才仅仅3岁的小孩子啊？简直太过分了！苏苏抢你什么东西了？我强忍着内心的怒气，尽量平静地问道。他吃了我洗的车厘子。小姑子气呼呼地说道。吃点又能怎么样呢？我反问道。赵建雪皱起眉头，脸上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好像我问了一个多么荒谬的问题。那可是我男朋友专门给我买的，又不是他的，他凭什么吃？再说了，就算他想吃，自己不会去洗啊，干嘛非要吃我洗好的？我听了他这番话，气得简直都要笑出来了。不过就是几个车厘子罢了，他却当成了稀世珍宝一样。在他心里，那些车厘子看得比自己亲侄子还要重要的多，居然还要求一个3岁的小孩子自己去洗水果，这也太离谱了。当着苏苏的面，我不想和他发生激烈的冲突，毕竟我不想给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可我又实在不想让苏苏在家里感觉没有安全感，更不想让他小小年纪就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不管什么时候都得一直让着这个21岁的姑姑。我抱着苏苏回到房间后，立刻拿出手机，在购物平台上点了一箱车厘子的外卖。没过多久，外卖小哥和买菜回来的婆婆差不多同时来到了家门口。婆婆一脸疑惑地问我，冰箱里不是还有大半箱吗？怎么又买了呀？我手上清洗水果的动作没有停下来，一边洗一边回答道，冰箱里的是建雪男朋友送的，让苏苏吃不太合适。婆婆瞬间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接着又说道，我干嘛这么见外呀？都是自家人，家里的东西，我宝贝孙子吃怎么就不合适了？我回过头，目光看向还气鼓鼓的坐在沙发上的赵建雪，随后我端着洗好的满满一盘车厘子，微笑着递给婆婆，妈，这盘车厘子是给苏苏和建雪的，您快拿给建雪，哄哄她吧。不然建雪要是一直不开心，苏苏待会儿说不定又要挨打了。我轻声慢语地说着，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笑容。可婆婆毕竟年纪大了，生活阅历丰富，一下子就猜到了大概发生了什么事。自己怀胎10月生下来的女儿，她对她的脾气那是再清楚不过了。婆婆的脸色陡然一冷，语气轻柔却带着斥责的意味说道，建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没想到婆婆一句话都还没说完，小姑子突然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妈，你又开始说我了，你太偏心了，心里就只有你的宝贝孙子。她委屈的眼眶泛红，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带着哭腔哽咽着指责婆婆，既然这个家都容不下我了，那我走就是了，反正你现在有了儿媳妇，又有了孙子，根本就不在乎我这个女儿了。临出门之前，她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妈，你就对人家好去吧，我倒要看看等以后你生病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你还能不能指望得上人家？紧接着，砰的一声，关门声特别响亮，那声音一直在耳边不停回荡。婆婆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吓得浑身猛地一抖，她的眼神里交织着难过、震惊、担心，还有不知所措的神情。她垂在身体两侧的双手微微颤抖着，对着我苦笑着说道：“建雪这孩子啊，真是永远都长不大，动不动就耍小孩子脾气。”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指责赵建雪，可她语气里的那种着急却是格外明显。同为母亲，我心里明白她此刻的心情，还是忍不住轻声安慰她：“妈，你别太担心了，建雪她想通了就会回来的。”哎，
婆婆忙不迭地点着头，神色满是不安地朝着厨房走去。我望着她那满是担忧的背影，我能够理解她此刻的心情，但是却实在不想去同情赵建雪的行为。真的不是我看不起赵建雪，她放寒假到现在还没满2周呢，这离家出走的事儿就已经发生2次了。每次不管是苏苏还是婆婆，只要有谁的言行稍微不合这位大小姐的心意，她就跟疯了似的，大喊大叫个不停。要么就说婆婆有了孙子之后就把女儿给忘了，要么就阴阳怪气的说苏苏就像个太子，谁都得宠着惯着她。可仔细想想，我对她向来都不薄啊。她上大学的那一年，我刚和她哥哥结婚不久，就送了她一部手机作为入学礼物，想着女孩子都爱美，而且那时候她还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每年我都会精心挑选，给她买一件价格超过1000块的漂亮衣服。婆婆更是从来都没有重男轻女的陈旧想法，从小到大一直都把她当作掌心的宝贝一样宠溺着，甚至对她这个大学生，比对苏苏这个才上幼儿园的小孩还要宽容放纵。所以对于赵建雪这些无理取闹、折腾人的行为，最开始的时候我还念着她是个孩子，就想着多哄哄她就算了。可现在我早就习以为常了，也不再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了。她对自己妈妈是什么态度我确实管不着，可既然她对嫂子一点尊重都没有，对侄子也丝毫没有一点关怀爱护，我自然是不会再对她有好脸色了。我倒要瞧瞧，究竟是谁能在这个家里过得更舒心。做饭之际，婆婆始终心不在焉，一会儿错放了盐巴，一会儿又把洗净的菜当作垃圾丢进了垃圾桶。我拦住她，让她先去歇着，或者去陪陪苏苏，做饭我自己来就可以。婆婆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你瞧我老是出错，那就交给你了。我点了点头，刚走到厨房门口，婆婆又折返回来，小杰，再做个虾吧，建雪爱吃。我在心底默默叹了口气，但脸上依旧笑着应下了。老公没在家，我和婆婆相处的时间是最多的，只要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我都不想和她把关系弄僵。您放心妈，建雪喜欢吃口味重些的，我给她做油焖大虾。婆婆眼中浮现出欣慰的笑意，她向前一步，握住了我的手。小杰，还是你懂事又大气，不跟建雪计较。你对她这般好，她还天天像个小孩子一样闹脾气，等她回来，我让她给你赔不是。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笑着回应，妈，咱们都是一家人，哪有那么多可计较的，建雪还小，我怎么会生她的气呢？婆婆感激地点点头，转身出去陪苏苏玩耍了。我熟练地做好了4菜1汤，拍照发给老公赵明勋。建雪又离家出走了，咱妈难过的不得了，你下班记得安慰安慰啊。那边很快回复了，又离家出走，她这次又是为啥闹呀？因为你儿子吃了人家男朋友送的车厘子。我发了个大哭的表情，又补充道，不过他已经得到教训了，屁股都被建雪打红喽，还发了个偷笑的表情。紧接着赵明勋的视频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神情，说等回来了一定好好管教妹妹。我很大度地表示没啥，小孩子打几下没关系的，还把镜头转过去给他看做好的麻辣油焖大虾。妈和苏苏都吃不了辣，我特意给建雪做的，哄哄她。赵明勋眼中闪过一丝愧疚，说让我受委屈了，主动替赵建雪给我道歉，还说回来的时候一定带份礼物补偿我。我满意的挂断了电话。这件事要是我不提前跟赵明勋讲清楚，他迟早也会从他妈妈和妹妹嘴里知晓。
可他们会把事情说成什么样子，我就没办法掌控了。一次两次，赵明勋可能觉得是小事，也会站在我和苏苏这边。要是次数多了，他肯定会嫌麻烦，觉得是我在故意刁难他妹妹。毕竟我和他结为夫妻的时间，远远比不上他们做兄妹的时长。同样的道理，如果他妹妹无理取闹的模样渐渐在他心里刻下深深的印记，而我在他心中始终保持着大度宽容的形象，往后我也就省去了许多解释的麻烦事儿。人心呐，从古至今向来如此。况且他疼爱妹妹，对儿子更是心疼有加。我把做好的饭菜端到餐桌上，麻辣油焖大虾自然是必不可少。除此之外，还准备了一盘清蒸虾。赵建学喜欢吃虾，我和苏苏同样爱吃呀。我怎么可能只为了满足他一个人的需求，就不顾我们自己呢？我到苏苏的房间去叫他们俩吃饭，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婆婆正在跟赵建学打电话，哄他回来。天气这么冷，你在外面冻着，妈妈可心疼坏了。还有你嫂子和苏苏都特别想让姑姑回来，是不是呀？苏苏，快叫姑姑回来吃饭。婆婆把手机凑近苏苏，让她对着手机说话，可苏苏一声不吭。小孩子喜欢谁，讨厌谁，表现的都特别明显。刚开始那几天，她总是喜欢黏着漂亮的姑姑，但接连察觉到姑姑不喜欢自己后，她也不想再和赵建雪亲近了。快呀，苏苏！婆婆在一旁着急的催促着，可电话那头的赵建雪又是吵又是闹，还在不停的发脾气。婆婆只能在电话里不停的赔不是，哄着她。最后是婆婆答应给赵建雪转1000块钱红包，赵建雪才总算同意回来。我听到那边的吵闹声终于平息下来，便退回到餐桌旁，大声喊道：“妈，苏苏，吃饭喽！”苏苏欢蹦乱跳的跑出来，夸我做的饭菜好香。婆婆赶忙去穿外套，说要去楼下接一下赵建雪。这孩子爱面子，我要是不去接他，他肯定不好意思自己回来。感情这所谓的离家出走，连小区都没走出啊！我在心里暗暗冷笑，脸上却带着笑容点头，还夸赞道：“建雪有您这么疼他的妈妈，真是太幸福了。妈，您下去多穿点，别着凉了。”婆婆开心地点点头，转身出门了。婆婆实际上是个特别单纯的人，只要多说几句贴心关怀的话，她就能为孩子们全心全意的付出。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挑不出她的任何毛病，只是对赵建雪实在是过于溺爱了。而这份过度的溺爱，总有一天会让赵建雪尝到苦头。不过这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联。要是赵建雪是个懂事的小姑娘，我自然也会一直真诚的对她好，把我比她大几岁所积累的人生经验和建议分享给她。可她现在又蠢又爱折腾的样子，我只想离她远远的。不然，我自认为是好心给出的建议，说不定还会被她和婆婆误以为我是想占她便宜，处心积虑的要害她呢，实在是没必要。我拉着苏苏走进洗手间洗手，然后回到餐桌旁，笑着问她今天都和哪些好朋友一起玩了，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没过一会儿，门就从外面被打开了，婆婆带着赵建雪回来了。我和苏苏同时将目光投向门口，微微挑了挑眉，满脸惊喜地说道：“建雪回来了，快过来吃饭，冷不冷呀？”答案简直不言而喻。赵建雪的脸被冻得红扑扑的，跑出去耍脾气都不知道找个暖和点的地方，也不懂得照顾自己，一门心思就只想着发泄心中的情绪，完全不顾后果，又固执又傻气。赵建雪压根没理会我，
避开我的目光，在饭桌前坐了下来。婆婆微笑着，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瞧，你嫂子专门给你做的油焖大虾，这色泽红亮红亮的，多漂亮呀！看着就比我做的美味。怎么会呢？我故意把语气说的有些夸张。妈，每次您做的饭菜都能让我和苏苏多吃好几碗呢，是不是呀？苏苏十分配合地点了点头，那弯弯的笑眼里闪烁着明亮的光芒，萌得我的心都快要融化了。我刚准备伸手去给他擦嘴，就听见赵建学小声嘀咕道：“假模假样的，我才不稀罕。”婆婆的神情瞬间一滞，立刻看向我，我就当作没听到，很快神色就恢复了正常。妈，赶紧趁热吃吧。婆婆这才放松下来，赶忙往赵建雪的碗里夹菜。快吃快吃，少讲点话，多吃点菜。我实在懒得去理会他们母女俩，自顾自的吃得悠闲自在。把苏苏喂饱之后，我让她先去卧室玩耍，自己则继续吃饭。等我吃完了，看到赵建雪放下筷子，这才缓缓开口说道：“建雪，咱妈这几天感冒了，身体不太舒服，我要去给苏苏洗澡，你等会儿帮忙把碗洗一下行不？”果不其然，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她的脸色立刻变了，猛地把筷子重重的摔在饭桌上。都说过好多回了，我又不是家里的丫鬟，别什么活都让我干行不行？我神情一紧，赶忙解释道：“建雪，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呀，你也是家里的一员，做点家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况且这顿饭可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你就帮忙洗个碗都不愿意吗？”我又着急又觉得委屈，婆婆赶紧出来打圆场：“没事没事，还是我来洗吧。妈，您今天身体都不舒服了，您好好歇着吧。”我有些无奈的看向赵建雪：“建雪，你都这么大个人了，难道就一点都不心疼妈妈吗？你脑子有病吧？”赵建雪满脸不耐烦的看着我：“我有自己的亲妈，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她轻轻冷笑一声：“有那闲工夫，你还是好好管管你家那个小少爷吧。”建雪，婆婆大声呵斥道。话还没说完，赵建雪的眼眶又红了。我心里暗自琢磨，她今晚会不会又闹一次离家出走？可惜呀，她选择回房间大哭一场。我略带遗憾的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好吧，这样也挺好，至少不用担心她在外面挨冻了。婆婆气得浑身都在微微颤抖。小杰，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这孩子就是被我给宠坏了。我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叹了口气说道：“妈，建雪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太不懂事了。不过算了吧，他年纪还小，说到底还是个孩子，不懂得心疼您，这也能理解。”婆婆的嘴唇微微抖动着，却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她是个明白事理的正常人，完全能够分辨是非对错，心里清楚，今天明显是赵建雪在无理取闹，也因为自己一直全心全意疼爱的女儿，竟然丝毫都不心疼自己，而感到满心寒凉。她默默地开始收拾起桌上的碗筷。小杰，你先去看看苏苏吧，这里我来收拾就成。我赶忙伸手拦住她：“妈，还是让我来收拾吧，您去陪孩子玩一会儿，好好歇一歇。”婆婆轻轻摇了摇头：“我感冒了，和苏苏待在一起时间长了，就怕把感冒传染给她。”好吧，我略带不情愿的松开了手，轻声安慰婆婆别往心里去，别生气。随后转身朝着房间走去。既然你乐意替你女儿承担这些活，那我确实也没有理由去阻拦。回到房间后，我调出了刚才的监控录像，仔细的进行剪辑，之后保存了下来。其实，在提出让赵建雪洗碗之前，
我就料到他肯定会闹出些事端来。他刚回来那阵儿，我原本是真心想和他好好相处的，可当时我实在忙不过来，就拜托他帮忙带一会儿孩子，结果他却满脸不屑地拒绝了。嫂子，你要是打算把我当成免费的保姆，我劝你还是早点打消这个想法吧。晚上的时候，让他帮忙拖一下地板上的污渍，他也是极其不情愿。嫂子，我又不是家里专门干活的佣人，你能不能别老是使唤我呀？当时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怎么也想不明白，只是分担一点点家务，在他眼里怎么就变得如此难以接受？这些事情都是在婆婆和赵明勋不在家的时候发生的，所以在他们两人的眼中，赵建雪依旧只是个单纯的还没长大懂事的孩子。我和赵建雪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依旧是十分亲密的姑嫂关系。赵建雪既不愿意做家务，也不愿意帮忙带孩子。她回来已经1个多星期了，这期间她唯一热衷做的事情，就是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吃饭，下午就一边吃着零食，一边打着游戏，顺便刷刷视频。到了晚上，就和她那个男朋友黏在一起。我已经好几次提醒过她，别在苏苏在家的时候打游戏，因为她打游戏的时候太过投入，动不动就会大声的和对面的人互相叫骂。我实在不想让苏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原本我想着，她回来也没多少日子，能忍就忍一忍，多提醒她几次就算了。可经历了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我决定不再继续忍耐下去了。第二天晚上，赵建雪又在屋子里打游戏，嘴里不停的骂骂咧咧。我看准他又输了游戏的时机，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努力调整好自己的表情，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和颜悦色、和蔼可亲。建雪，苏苏现在年纪还小，特别容易模仿大人的行为，你能不能别当着他的面说脏话，也别在他在家的时候打游戏了，好不好呀？赵建雪听了这话，愤怒的把手机往旁边一摔，大声吼道：这是我的家，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能不能别这么爱多管闲事啊？接着他把视线转回到手机上，对着手机里的人抱怨吐槽，这个当妈的真是烦死了，生了个儿子就觉得自己儿子了不起的像隆重一样，还想让所有人都听他的指挥，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啊？我站起身来，严肃地质问道：建雪，你这都是什么态度？怎么这样说话呢？他挑衅地挑了挑眉，我说的难道不对吗？赵和苏一看就是个没什么出息的，你还当个宝贝似的捧着，清醒一点吧，咱们家又没有皇位等着人去继承。他一边说着，一边咯咯地笑出了声，脸上满是嘲讽的神情，手上玩游戏的动作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向前迈了一步，趁着他还没反应过来，猛地伸手夺走了他手里的手机，然后用力地将手机摔在了地板上。他顿时吓了一跳，刚要张开嘴巴想说些什么，我抬手就是一巴掌，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脸上。赵建雪被我打得愣住了，脸颊瞬间肿起5道红痕，他摸着脸尖叫：你敢打我，我要告诉我哥！说着就要去捡地上的手机，我一脚踩住手机，冷冷道：你打苏苏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也会还手？他突然像疯了一样扑过来，指甲直朝我脸上抓，我早有防备，侧身躲开，反手抓住他的手腕一拧。赵建雪疼得眼泪直流，放开我，你这个恶毒的女人！这时婆婆和苏苏听到动静跑了过来，苏苏吓得躲在婆婆身后直哭，婆婆脸色煞白，颤抖着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打起来了？我松开赵建雪，指着她说：妈，您问问她刚才是怎么骂苏苏的。
赵建雪捂着红肿的脸，哭喊道：“他先抢我手机打我的，妈，你从小最疼我了，你要为我做主。”婆婆为难地看着我们，我深吸一口气，语气缓和下来：“妈，建雪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您也都看在眼里。她在家什么都不做也就罢了，可她对苏苏越来越过分，还当着孩子的面说脏话、打游戏。今天更是骂苏苏没出息，我实在忍无可忍才，没等我说完，赵建雪突然冲向门口，大喊：“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我要去找我哥！”砰的一声摔门而去。婆婆急得直跺脚，这孩子大晚上的能去哪儿啊？我赶紧说：“妈，您别着急，我和明勋联系一下，让他去找找。”我给赵明勋打电话，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赵明勋才沉重地说：“我这就去找他，你先照顾好妈和苏苏。”挂了电话，我看到婆婆坐在沙发上抹眼泪，苏苏在一旁小声抽泣。我走过去搂住苏苏，轻声安慰：“宝贝别怕，妈妈在呢。”然后对婆婆说：“妈，您别太伤心了，建雪这么大的人了，不会有事的。她总这样任性，早晚要吃亏的。”婆婆叹了口气，我知道她被我惯坏了，可她毕竟是我女儿，我能怎么办呢？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赵明勋发来的消息，说已经找到赵建雪了，她在闺蜜家，不肯回家。赵明勋说先让她在闺蜜家住一晚，明天再带她回来好好谈谈。我回复说：“好，你也别太惯着她，该说的话一定要说清楚。”第二天一大早，赵明勋就带着赵建雪回来了。赵建雪的眼睛肿得像核桃，显然哭了一晚上。赵明勋脸色阴沉，把我们都叫到客厅。他看着赵建雪，语气严肃：“建雪，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嫂子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你看不到吗？苏苏是你亲侄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赵建雪低下头不说话。赵明勋继续说：“从今天开始，你要是还想在这个家住，就必须遵守规矩。第一，不许再对苏苏说任何难听的话；第二，每天要帮忙做些家务；第三，不准在苏苏面前打游戏、说脏话。要是做不到，你就回学校住，别在这儿捣乱了。”赵建雪突然抬起头，喊道：“哥，你怎么也帮着外人？我可是你亲妹妹！”赵明勋气得一拍桌子：“你别太过分了！什么外人？小杰是你嫂子，苏苏是你侄子，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你要是再这样，就别认我这个哥了。”婆婆在一旁抹着眼泪，小声说：“建雪，听你哥的话吧，别再闹了。”赵建雪看了看我们，突然站起身，跑进房间，重重地关上了门。赵明勋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妈，小杰，对不起，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一定好好管教他。”我笑着说：“没事，我知道你也不容易，只要建雪能改，咱们还是一家人。”婆婆叹了口气：“但愿她能早点懂事吧。”从那以后，赵明勋每天都会和赵建雪谈话，监督她做家务。赵建雪虽然还是一脸不情愿，但在赵明勋的威慑下，也不敢再明目张胆的捣乱了。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新的矛盾又爆发了。这天，我下班回家，发现赵建雪正在客厅大声和人视频，脚翘在茶几上，零食包装袋扔得到处都是。苏苏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电视，声音被赵建雪的笑声完全盖住。我强压怒火说：“建雪，能不能小点声？苏苏要看电视。”赵建雪白了我一眼：“这是我家客厅，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刚要说话，苏苏突然跑过来，带着哭腔说：“妈妈，我想看动画片。”
我抱起苏苏，走到赵建雪面前。建雪，你要是再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赵建雪突然站起来，指着我鼻子说：“你能把我怎么样？有本事你再打我啊！”说着，他故意把手机声音调到最大，刺耳的音乐在客厅回荡。我忍无可忍，拿起手机就关了电视的电源。赵建雪一下子跳起来：“你疯了！我正在和男朋友视频。”我冷冷地说：“我再说最后一次，要么安静点，要么回你房间去。”赵建雪突然抓起茶几上的一杯水，朝我泼了过来，水正好泼在我脸上，苏苏吓得大哭起来。我抹了把脸，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冲过去抓住赵建雪的肩膀，把她往房间推。赵建雪一边挣扎一边尖叫：“救命啊！打人了！”这时，婆婆和赵明勋正好回来。赵明勋看到这一幕，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冲过来拉开我们，大声问：“到底怎么回事？”我还没开口，赵建雪就扑到赵明勋怀里，哭着说：“哥，他又打我，还抢我手机关电视。”赵明勋看着我，眼神里充满疑惑。我深吸一口气，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然后指着满地的垃圾：“你看看他把家里弄成什么样了，一点都不尊重别人。”赵明勋皱着眉头看向赵建雪，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赵建雪低着头不说话。赵明勋甩开他的手，语气冰冷：“赵建雪，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一点家教都没有。”说着，他转身对婆婆说：“妈，这次不能再惯着他了，让他回学校住吧。”婆婆一听急了：“明勋，这大冷天的，让他回学校住多遭罪啊！”赵明勋叹了口气：“妈，他要是一直这样，以后怎么办？这次必须让他吃点苦头，好好反省反省。”赵建雪突然抬起头，哭喊道：“我不回去，我就要住在这里。”赵明勋看着他，眼神坚定：“要么回学校，要么改过自新，你自己选。”赵建雪咬着嘴唇，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最后他跺了跺脚，跑回房间收拾行李。赵建雪拖着行李箱离开的那个晚上，楼道声控灯随着他的脚步声忽明忽暗，他攥着手机的手被寒风吹得通红，屏幕上哥哥最后一条消息刺痛双眼：“想通了再回来，别让妈担心。”回到学校宿舍，他蜷缩在狭小的床上，听着室友们讨论周末逛街计划。上铺的琳琳探头问：“建雪，你脸色好差，生病了？”他蒙住头，眼泪浸湿了枕巾。黑暗中，嫂子的话一遍遍回响：“你打苏苏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也会还手？”第二天清晨，赵建雪是被饿醒的。他看着镜子里自己肿起的眼睛，突然想起在家时，嫂子总会变着花样做早餐，而现在他只能啃着便利店冷掉的饭团，在寒风中赶去上课。课堂上，教授讲到家庭关系中的边界感，赵建雪听得恍惚。课间休息时，他刷到朋友圈，嫂子发了苏苏画的全家福，画里4个人都笑得灿烂，唯独没有他。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任性，正在把最亲的人越推越远。傍晚，赵建雪鬼使神差地走到学校附近的幼儿园，透过围栏，他看见一个小男孩摔倒，旁边的老师连忙抱起他，轻声安慰。这一幕让他想起被自己按在沙发上打的苏苏，孩子哭得通红的眼睛和颤抖的声音，突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深夜，赵建雪翻出手机里和苏苏的合照，那时苏苏还小，总爱黏着他，用软软的声音叫姑姑。他又点开和哥哥的聊天记录，从小学到大学，
哥哥给他买过多少东西，解决过多少麻烦，历历在目。而自己除了索取和抱怨，似乎从未为这个家做过什么。第二天，赵建学主动找到辅导员，申请了学校的勤工俭学岗位。他在图书馆整理书架，在食堂帮忙打饭，累得腰酸背痛时，终于体会到付出2字的重量。发工资那天，他给妈妈买了护手霜，给苏苏挑了一盒彩笔。寒假前，赵建学忐忑地给嫂子发消息：我能回家住几天吗？我保证不惹麻烦。消息发出后，他握着手机坐立不安，直到看到屏幕上跳出随时欢迎4个字，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回家那天，赵建雪站在门口深呼吸，开门的是苏苏。小家伙愣了一下，转身就跑。妈妈，姑姑回来啦！嫂子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笑着接过他手里的行李。路上累了吧？先洗洗手，马上开饭。饭桌上，赵建学主动给每个人盛汤。他注意到苏苏一直偷瞄他，眼神里带着怯生生的好奇。吃完饭，他抢着收拾碗筷，嫂子要帮忙，被他拦住：你去陪苏苏玩吧，这些我来。晚上，赵建雪在厨房洗碗时，发现水槽边放着防滑垫，洗洁精的位置也比以前低了些。他突然想起自己以前总抱怨洗碗时滑倒，抱怨洗洁精太难够到，原来嫂子早就默默记在心里。第二天清晨，赵建雪早早起床，学着嫂子的样子做早餐。他手忙脚乱地煎鸡蛋，差点把锅烧糊。这时，身后传来轻笑，嫂子递过铲子：火开太大了，我教你。那一刻，阳光透过厨房的窗户洒进来，温暖又明亮。饭后，苏苏要写作业，赵建学主动提出辅导。他耐心地给苏苏讲解题目。苏苏突然抬起头：姑姑，你不凶了。这话让他鼻子发酸，摸了摸苏苏的头：以后姑姑都不凶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赵建雪像变了个人。他每天和嫂子一起买菜做饭，跟着学包饺子炖汤。有一次切菜时不小心划破手指，嫂子紧张地翻出医药箱，一边包扎一边念叨：怎么这么不小心？赵建雪看着嫂子专注的样子，突然觉得这种被关心的感觉比自己以前任性胡闹时快乐10000倍。寒假快结束时，赵建学主动提出打扫家里的卫生。他爬上梯子擦吊灯，蹲在地上擦地板缝，累得直不起腰。婆婆心疼的让他休息，他却笑着说：妈，我以前太不懂事了，现在想多做点事。开学那天，赵建雪离开家时，苏苏抱着他不肯松手：姑姑，你什么时候再回来？他红着眼眶答应：等周末就回来看你，给你带好吃的。回到学校，赵建雪更加努力。他不仅成绩名列前茅，还参加了志愿者活动，去社区教孩子们画画。每次看到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他就想起苏苏，也更明白家人的意义。毕业后，赵建学找了份稳定的工作。发第一笔工资时，他给全家人都买了礼物。嫂子收到他送的围巾，惊喜地说：颜色真好看，正好配我的大衣。那一刻，赵建雪突然觉得自己终于真正融入了这个家。1年后的春节，赵建雪带着男朋友回家过年。她的男朋友是个很有礼貌的小伙子，对苏苏也特别好。吃饭的时候，赵建雪夹了一块肉放在苏苏碗里：苏苏，多吃点，快快长大。苏苏开心地说：谢谢姑姑。看着这温馨的一幕，我和赵明勋相视一笑。曾经那个任性的小姑子终于长大了。生活就是这样，总会有磕磕绊绊，但只要有爱和包容，
再大的矛盾也能化解，一家人就能和和睦睦地走下去。如今赵建学已经毕业工作，还在外面租了房子，但他每周都会回来吃饭，给苏苏带各种礼物。苏苏也特别喜欢这个姑姑，每次听到姑姑要来，都会早早地守在门口。有一次，赵建雪和我聊天，他说：“嫂子，谢谢你当初没有放弃我，如果不是你和我哥的坚持，我可能还在任性胡闹。现在我明白了，家人是最重要的，亲情比什么都珍贵。”我笑着搂住他的肩膀：“傻丫头，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只要你好好的，我们就放心了。”公公走了，葬礼那天，天色阴沉的像一块进了水的灰布，淅淅沥沥下着冷雨，打在灵堂外的芭蕉叶上，沙沙作响，更添了几分悲凉。灵堂设在乡下老屋的正厅，挽联低垂，哀乐的声音不大，却像细密的针，一下下扎在人的心上。空气里弥漫着香烛燃烧的味道，混杂着淡淡的消毒水气味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闷。亲戚们穿着素色衣服，面色凝重的穿梭低语，眼神交汇时带着小心翼翼的探寻和几分疏离。我和丈夫张明轩穿着厚重的校服，跪在蒲团上迎来送往，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每一次叩拜都感觉膝盖硌得生疼，心里却是一片麻木的哀伤。我们尽量想把一切做得周全，不失礼数，但总能感觉到大哥张磊硕那边投来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带着审视，甚至有几分不易察觉的得意。婆婆眼睛红肿得像熟透的桃子，大部分时间都靠在大哥张磊硕的臂弯里，泪水无声地滑落，整个人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显得格外脆弱和依赖。大哥则挺直了腰板，一边温声安慰母亲，一边条理清晰地指挥着各项事宜，俨然是家里的顶梁柱。这种氛围，悲伤是真的，压抑也是真的，只是那压抑底下，似乎还涌动着某些微妙的、不便言说的东西，像潮湿角落里滋生的苔藓，悄无声息，却在蔓延。葬礼前一天晚上，一家人在老屋偏厅讨论后事的费用。昏黄的灯泡下，大哥张磊硕坐在上首，手指在旧桌面上轻轻敲击着，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爸辛苦了一辈子，这最后一程必须办得风光体面。钱的事你们不用太操心，我来出大头，10万块，保准让10里8乡都挑不出毛病。”我下意识地和张明轩对视了一眼，我们俩刚在大城市付了首付，背着沉重的房贷，每个月工资掰成2半花，手头实在拮据。张明轩嘴唇动了动，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哥，我们最近手头确实有点紧。”话没说完，就被大哥挥手打断了。行了，他语气轻描淡写，甚至带着一丝宽宏大量的意味，都是自家兄弟，不说那些，你们量力而行，出1万块意思一下就行了，别让人觉得我们老张家不懂规矩。当时我和张明轩心里是松了一口气的，甚至有些感激，觉得大哥到底是长兄，考虑周全，既撑起了场面，也顾及了我们的难处和面子。现在回想起来，他那句意思一下就行，以及那看似随意的语气，或许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像是一颗精心包裹着糖衣的苦涩的种子。葬礼那几天，大哥确实忙前忙后，迎来送往，事无巨细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从订最好的酒席到请最有名的吹打班子，他都亲自过问。但也正是这份周到，让他时刻不忘在亲戚朋友面前有意无意的提及，这棚子搭的还行吧，花了不少心思。
这席面专门请的大厨，不能亏待了来送咱爸最后一程的亲朋，话里话外都在强调他的付出，尤其是那笔沉甸甸的10万块。有不明就里的远房亲戚夸他，磊硕真是孝顺能干啊，家里有你这样的老大，你妈和你弟弟就有福了。大哥嘴上谦虚着说应该的，应该的，眼神却不自觉地瞟向我和张明轩这边，那目光里有炫耀，有施舍，像是在无声地展示他的功绩和我们的微薄。我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很不舒服。公公的葬礼本该是庄严肃穆、寄托哀思的场合，却隐隐变成了大哥个人表演和彰显实力的舞台。我低着头，看着校服上粗糙的麻布纹路，把那份不快和反感死死压在心底。场合不对，时机不对，我只能忍着。送走最后一批吊唁的客人，已是傍晚，雨停了，天边残留着一丝血红的晚霞，映照着湿漉漉的地面，空气里有种雨后的清新，却驱不散人心头的疲惫和阴霾。我和张明轩累得几乎要散架，只想找个地方瘫坐下来喘口气。刚在屋檐下的长凳上坐定，大哥张磊硕就走了过来。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不像之前那样刻意维持着悲伤或者主事者的热络，只是一种近乎冷漠的平静。他对着我和张明轩说：“你们2个跟我回趟老屋，有点事要说。”语气很平淡，没有起伏，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意味。张明轩看了我一眼，眼底也有些许疑惑和疲惫，但还是点了点头。我心里咯噔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沉了下去，一种不好的预感毫无征兆的袭来，攥紧了我的心脏。我们默默跟在大哥身后，再次走进那间熟悉又透着陌生的老屋。灵堂已经撤去大半，但空气中还残留着纸钱和香烛的味道，混杂着一股陈旧木头的气息。屋里没开灯，光线昏暗，显得冷冷清清。婆婆已经坐在了堂屋那张老旧的八仙桌旁，低着头，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看不清脸上的表情，只有偶尔抽动一下的肩膀，泄露了她未干的泪痕。屋里的气氛比之前在灵堂还要凝重，压得人喘不过气。大哥示意我们坐下，自己则径直走到八仙桌的主位，拉开那把雕花最繁复也象征着一家之主的太师椅，稳稳地坐了下去。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襟，动作从容，仿佛接下来要主持的不是一场家庭内部的谈话，而是一场关乎利益分割的重要会议。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人家演的是长兄如父，我当时还真以为是家庭温情剧，看得差点热泪盈眶。谁知道呢，葬礼的哀乐还没散尽，人家直接就上演了图穷匕现的戏码。是我太天真，还是人家演技太高深？大哥清了清嗓子，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他目光扫过我和张明轩，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爸，这事忙完了，总共花费零零总总加起来，我这里垫了10万。你们呢？出了1万。这笔账，我觉得咱们还是得说道说道，算清楚。我和张明轩都愣住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葬礼刚结束，尸骨未寒，他竟然如此迫不及待的要算账。张明轩脸上血色褪尽，嘴唇翕动，想开口：“哥，当时不是说我们量力而行，你多担待。”大哥抬起手，一个不容置疑的手势，再次打断了张明轩。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他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判意味。我出钱多，是尽了长子的本分，但亲兄弟明算账，权利和义务总得对等吧。
他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像模像样地摊在桌面上，开始慢条斯理的算账。把住院后期用的进口药，请的护工，这是一笔；葬礼搭棚子，请乐队，订酒席，买墓地，这又是一大笔。还有这几天的人情往来，我垫付的礼金，他一项项念着，时不时用笔敲敲本子，似乎每一个数字都经过了精确计算。念完一长串，他抬起头，意有所指地看向我们，嘴角勾起一抹机不可察的冷笑。算下来，我这10万块基本上是严丝合缝的垫进去了。至于你们那1万块，说句不好听的，连个水花都听不见，零头都不够。这话像一记耳光，扇在我和张明轩的脸上，火辣辣的疼，屈辱感瞬间涌上心头。我们是钱出的少，可那是我们的全部积蓄掏空后才凑出来的。他怎么能用这种方式来衡量和贬低？我看向婆婆，希望她能说句公道话。然而婆婆始终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衣角，只是在听到大哥说那1万块连零头都不够时，机不可闻地叹了口气，眼神躲闪，根本不敢与我们对视。她的沉默像一把无形的锤子，敲碎了我心里最后一丝侥幸。她是默认了大哥的说法的，这比大哥的直接更让人心寒。终于图穷匕现，大哥放下了笔，身体微微前倾，目光锁定我们，说出了他真正的目的。所以他拖长了语调，像是在宣布一个既定事实：爸留下的这套老房子，我看你们也就别惦记了，毕竟这房子年代久了，也不值几个钱，就留给我，以后也方便照顾妈。他顿了顿，似乎觉得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又补充道，语气带着一种施舍般的通情达理，以后妈主要由我来照顾，鞍前马后我来，你们呢，也别说不管，就负责妈每个月1半的生活费和全部的医药费吧，这样也算尽孝了。他嘴角微微上扬，似乎对自己的安排很满意，毕竟我这10万块的孝心是实打实花出去了，你们总不能既不出大力，不出大钱，到头来还想占便宜，分房子吧。这番话如同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老房子是公公的名字，是婚前财产，按照法律是属于公公的遗产，理应由所有法定继承人，包括婆婆、大哥和张明轩共同继承。赡养母亲更是每个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怎么能和他出的那10万块葬礼费挂钩，还如此不公平的分配？这根本不是商量，是赤裸裸的掠夺和算计。我气得浑身发抖，胸口剧烈起伏，之前强压下去的委屈和愤怒此刻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我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粗糙的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大哥，话不是这么说的。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尖锐，我们是钱出的少，但那是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没说过不孝顺，没说过不管妈，赡养妈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认。可房子是爸留下的遗产，凭什么我们不能惦记？这跟葬礼花了多少钱完全是两码事。张明轩也急了，他拉了拉我的胳膊，示意我冷静，然后转向他哥，试图讲道理。哥，你听我说，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没说不管妈，房子也是爸留给我们的念想，我们念想。大哥冷笑一声，打断了张明轩，眼神轻蔑地扫过我们。1万块钱的念想值几个钱？张明轩、刘威，他直呼我们的名字，语气冰冷。做人要知足，要懂得感恩，别太贪心了，想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没好处。什么叫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彻底被激怒了。
法律规定我们有继承权。什么叫贪心？我看贪心的是你吧，拿葬礼的钱说是，逼我们放弃遗产，还想把赡养责任大部分推给我们，这算盘打得真精啊！争吵瞬间升级，大哥被戳中了痛处，也恼羞成怒起来，开始口不择言的翻旧账。我贪心，我为了这个家付出多少？爸生病这几年，主要是谁在床前伺候？你们一年到头回来几次？每次回来带了多少东西？现在爸走了，你们就跳出来争房子了。他甚至把矛头指向我。还有你，刘薇，嫁到我们张家，就该一心向着张家，别老是胳膊肘往外拐，撺掇张明轩跟我争。污秽的指责像脏水一样泼过来，我气得眼前发黑。张明轩夹在我和他哥中间，脸色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他看看我，又看看他哥，再看看一直沉默的母亲，嘴唇哆嗦着，想维护我，却又顾忌着兄弟情分和母亲的态度，显得那么无力，那么憋屈。他只是反复说着：“哥，你别说了，微微不是那样的人，有话好好说。”可大哥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声音越来越大，指责越来越难听。最终，这场所谓的商量在激烈的争吵中不欢而散。大哥站起来，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撂下狠话：“话我今天就撂这儿了，房子没你们的份，妈的赡养费一分不能少，你们自己回去好好掂量掂量，别逼我做得更难看。”我和张明轩再也无法忍受，几乎是夺门而出。身后老屋的木门在我们身后砰的一声重重关上，那声音沉闷而决绝，像是一道鸿沟，彻底隔开了所谓的亲情。以前觉得亲情无价，现在才懂，有些人心里亲情早就被明码标价了。10万块就想买断我们做子女的权利和良心，呵呵，这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可惜我不是算盘珠子，任你拨弄。回家的路上，车厢里一片死寂。张明轩握着方向盘，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侧脸紧绷，下颌线透着隐忍的怒意。我扭头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路灯，城市的霓虹闪烁，却照不亮我心里的阴霾，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倔强的逼了回去。到家后一室冷清，张明轩疲惫的把自己摔进沙发里，双手捂着脸，深深的叹了口气。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声音带着浓重的倦意，试图劝我：“微微，要不就算了吧。我哥他脾气就是那样，从小就霸道惯了，为了这事闹得兄弟反目，爸在天之灵也不会安息的。房子以后我们再努力挣就是了。”我看着他，心一点点往下沉，失望像潮水般将我淹没。算了，我不敢相信这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张明轩，这不是脾气问题，这是原则问题，是他先不顾亲情，拿钱来要挟我们。房子是爸留下的，是我们应得的份额，凭什么他说不要就不要？赡养妈我们认，天经地义，但他不能用这种方式单方面给我们下任务，把我们当冤大头。我知道他做的不对，太过分了。张明轩的声音也提高了一些，带着压抑的痛苦。可他是哥啊，我妈还在那儿，我们闹翻了，以后妈怎么办？亲戚们怎么看我们？为了套房子，弄得六亲不认，值得吗？值得。我斩钉截铁地说，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这不是一套房子的问题，这是尊严的问题。是他先不把我们当亲人，我们凭什么还要委曲求全，顾全他那个自私自利的大局？张明轩，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你退让一步，他就会逼近10步。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因为家庭的事情产生了如此激烈的分歧和争执。
他觉得我太较真，不懂得退让和顾全所谓的家庭和睦。我觉得他太软弱，拎不清是非，被愚孝和兄弟情分绑架了。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剩下我们粗重的呼吸声和无声的对峙。最后，他疲惫的摆摆手，走进了卧室，关上了门。我一个人坐在冰冷的客厅里，感觉前所未有的孤单和委屈。果然，事情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退让，或者说张明轩的犹豫而平息。没过几天，风言风语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我们认识的亲戚圈子里传开了。先是张明轩的三姑打来电话，语气是惯常的热络，话里却夹枪带棒：“小轩啊，我可听说了啊，你跟你哥为老房子的事闹别扭了。哎呀，我说句公道话，你大哥确实不容易，这次你爸的事里里外外都是他操持，花销肯定不少。你们做弟弟弟媳的，多体谅体谅他，别为那点家产伤了和气嘛，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才最重要。”接着又是他二舅妈在家庭群里发了一条看似感慨人生的朋友圈，配图却是老屋的照片，文字写着：“养儿方知父母恩，近向莫待子欲养而亲不待，可叹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啊。”底下还有几个不明真相的亲戚点赞附和，很明显是大哥张磊硕在外面活动了，而且他讲述的版本必然是经过精心修饰和歪曲的。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为父尽孝、劳苦功高，却被贪财弟媳挑唆弟弟争家产的可怜长兄形象，而把我们描绘成了不孝、自私、只认钱不认人的白眼狼。我气得浑身发抖，感觉像是被人当众泼了一盆脏水，百口莫辩。张明轩试着给几个关系稍微近点的亲戚打电话解释，说我们不是要争，只是大哥的要求太过分，完全不合情理。但效果甚微，电话那头要么是敷衍的知道了，你们兄弟好好沟通，要么就是语重心长的劝他，你哥毕竟是老大，多让着点没错。人家似乎早就先入为主，认定了大哥的版本。这种被污蔑和孤立的感觉，比直接的争吵更让人窒息。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趁张明轩上班的时候，偷偷回了一趟老家，想跟婆婆好好谈谈，希望她能念在公公的情分上，主持一点公道。我到的时候，婆婆正在院子里晒太阳，神情恹恹的。看到我，她眼神有些躲闪，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微微来了。我坐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妈，我知道爸刚走，您心里难受，我们也不想闹成这样，但是大哥提的那个要求，实在是，房子是爸留下的，按理说我们也有份，赡养您，我们肯定尽心尽力，可不能按大哥说的那样，房子全归他，我们还要出大部分生活费和全部医药费啊，这不公平。婆婆沉默了半晌，只是反复搓着自己的手，最终叹了口气，含糊其辞地说：“哎，你大哥他也是为了这个家好，他脾气是急了点，但心不坏。你们都是我的儿子儿媳，手心手背都是肉，就不能各退一步，别让我夹在中间为难吗？”见我没有接话，他又试探着说：“再说了，你大哥毕竟是老大，以后这个家里里外外还得靠他撑着。你们年轻人路还长着呢，以后日子肯定比我们好过。那套老房子，说实话也不值几个钱，就当让你哥留个念想吧。”听到这话，我彻底心寒了。原来在他心里，所谓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是假的，偏袒大儿子才是真的。在他看来，我们年轻就活该吃亏，就活该为了所谓的家庭和睦牺牲自己的合法权益。他的和稀泥
他的偏袒比大哥的直接算计更像一把钝刀子，割得我心头发疼。看来指望他是完全没戏了。我站起身，什么也没再说，默默地离开了老屋。背后是婆婆欲言又止的叹息和躲闪的目光。从那天起，大哥更是变本加厉。他以方便照顾母亲为由，彻底占据了老屋，甚至换了门锁。我们偶尔想回去看看婆婆，还得提前给她打电话预约。她若心情不好，就直接说妈睡了，或者妈今天不舒服，不想见人。她还在家族群里时不时的发一些意有所指的孝道鸡汤文，或者晒出自己给婆婆炖汤、陪婆婆散步的照片，配文诸如子欲养而亲还在，是最大的福气，再苦再累，只要妈好，一切都值。这些表演，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做给我们看的，是在持续不断的给我们施加舆论压力，将我们钉在不孝的耻辱柱上。张明轩看着手机屏幕上大哥精心发布的孝子日常，脸色越来越沉，手指紧紧攥着手机，骨节泛白。他不是傻子，一次两次可以说是误会，但这么长时间，这么密集的表演和打压，他终于彻底看清了。他哥不是在闹小孩子脾气，是真的在用舆论、用亲情、用对母亲的控制权来绑架和逼迫我们屈服。那种被至亲算计和排挤的痛苦，让他一直以来试图维持的兄弟情分和对母亲的顾虑开始土崩瓦解。那天晚上，张明轩没有像往常一样沉默，或者试图劝我息事宁人。他坐在我对面，眼睛里是前所未有的清明和决绝。他握住我的手，声音低沉却异常坚定：微微，对不起，之前是我太软弱了，太顾虑了，让你受委屈了。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我哥做的太过分了，这不是钱的事，也不是房子的事，这是欺负人。他想用那10万块买断我们做儿子的本分，剥夺我们继承的权利，还想把我们踩在脚底下。没门，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不能让他得逞。看着他眼里燃烧的怒火和坚定的光芒，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回了实处，眼眶一热，积压了许久的委屈和孤单仿佛找到了出口，但我没有哭，反而笑了出来，用力握住他的手。好，明轩，我们一起，不是为了争那点财产，是为了争一口气，争一个公道。不能让别人以为我们是软柿子，可以随便捏。夫妻同心，其利断金。那一刻，我们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这件事绝不能妥协，我们必须反击，不是歇斯底里的争吵，而是有理有据的维护我们应得的权利。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不，现在是讲证据的年代，想用唾沫星子淹死我？不好意思，姐姐，我不仅买了救生圈，还准备学游泳反枪回去。我们的反击决定从最根本的地方入手，公共的真实意愿。我和张明轩决定先从老家的旧物入手，趁着大哥外出办事，我们再次回到老屋，向婆婆表明只是想收拾些公公生前的旧物留作纪念。婆婆眼神躲闪，布满皱纹的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指甲缝里还沾着陈起剥毛豆留下的绿渍。她的嘴唇翕动2下，最终还是默许了。推开公公生前的书房，木质门轴发出吱呀声响，一股陈旧的气息裹挟着樟脑丸味道扑面而来。墙角的蜘蛛网上还垂着几片干枯的银杏叶，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类书籍，泛黄的书页间还夹着几张老照片，有年轻时的公公在田间劳作，汗湿的衬衫紧贴着脊背，有兄弟俩幼时争抢糖葫芦的画面，
张明轩的门牙缺了半颗，大哥嘴角沾着糖渣，画面边角都卷了边。张明轩小心翼翼地翻找着，只拂过每本书的书脊，突然在一本厚重的《资治通鉴》里发现了一个泛黄的信封。打开一看，竟是公公生前手写的遗嘱草稿，字迹苍劲有力，虽然没有正式公证，但内容明确，老房子由兄弟俩各继承一半，存款留给婆婆养老。我们对视一眼，眼中满是惊喜与不敢置信，可冷静下来后又被担忧笼罩。大哥一向强势，仅凭这份草稿恐怕难以让他信服，而且婆婆此前态度暧昧，万一她偏向大哥，否认这份遗嘱的真实性，我们依然会陷入被动。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我突然想起公公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如果能找到公公的日记本，或许能从中找到更多有力的证据。书桌上摆着公公生前常用的老花镜，镜腿缠着胶布，抽屉里整齐码着泛黄的信纸，边角还留着被钢笔划破的痕迹。终于在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布满灰尘的铁盒，锁扣处生满铜绿。打开铁盒，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10几本日记本，封皮上用毛笔写着年份，最早的一本甚至追溯到张明轩出生那年。翻开1998年的日记，里面夹着一张褪色的婴儿脚印卡片，公公写道：明轩今天会叫爸爸了。磊硕吃醋地把玩具车砸在地上，这孩子性子太要强。我们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公公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这些年家里的点点滴滴，其中不乏对兄弟俩的期望和对家庭未来的规划。在最后几本日记里，我们找到了关键内容。磊硕这孩子能力是有，但心思太重。明轩善良老实，却总被欺负。我走之后，真担心他们为了家产闹得不可开交。看到公公在日记里写下的这些话，张明轩红了眼眶，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字迹，仿佛触碰到了父亲最后的牵挂。原来老人什么都知道，只是一直默默放在心里。我们将遗嘱草稿和相关日记内容拍照留存后，决定主动出击，约好大哥在老家的茶馆见面。茶馆里飘着茉莉花茶的香气，八仙桌旁坐着几个下棋的老人，楚河汉界上的棋子被岁月磨得发亮。当我们把手机里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时，大哥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茶盏重重磕在桌上，溅出的茶水在桌面上蜿蜒成扭曲的纹路。哼，就凭这几张破纸也想跟我争？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伪造的？大哥强装镇定，眼神却慌乱不已，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沿的裂痕。哥，这些都是爸的真迹，你从小在爸身边长大，不可能认不出他的字。张明轩语气坚定，爸生前最希望的就是我们兄弟和睦，你现在这样，对得起爸的在天之灵吗？大哥拍案而起，震得桌上的花生壳簌簌掉落。少拿爸来压我，就算遗嘱是真的又怎样？妈还在世，这房子的事我说了不算，妈说了算。果然，大哥把婆婆搬了出来。我们早有预料，于是提出让婆婆当面做个决断。大哥冷哼一声，甩下一句那就走着瞧，转身离去，一脚扫翻了旁边的竹椅。再次回到老屋，堂屋里的八仙桌落了层薄灰，太师椅上还放着婆婆为之玩的毛线拖鞋。婆婆坐在椅子上，神色憔悴，鬓角的白发比葬礼时又多了几缕，脸上的老年斑在日光灯下显得格外明显。当我们把遗嘱草稿和日记拿给她看时，她的手微微颤抖，浑浊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不满老年般的手抚过手机屏幕。老头子他。沉默良久，婆婆终于开口，磊说：“你就听你爸的吧，都是亲兄弟，何必闹成这样？妈，您怎么也帮着他们？这些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您都看不到吗？”大哥激动地打断婆婆的话，脖子上青筋暴起。那10万块葬礼费，他们出了多少？现在倒好，拿着几张纸就想来分房子，哪有这么便宜的事？磊说，婆婆突然提高了声音，枯瘦的手掌重重拍在桌上，震得瓷碗里的腌菜都晃了晃。你别太过分了，这些年你弟弟弟媳虽然在外地，但也没少关心我们。你爸生病住院，他们每次都寄钱回来，你呢？总觉得自己付出的多，就想把好处都占尽，这像话吗？大哥被噎住，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张了张嘴却没再反驳。我们心中既惊喜又疑惑，后来才知道，原来在我们寻找证据的这段时间，婆婆也在反思。她看着大哥为了家产不择手段，甚至不顾兄弟情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村里的王大爷特意上门劝他：“老嫂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可别寒了小儿子的心。”再加上隔壁李婶说看到张明轩偷偷给老家的小学捐了课外书，这些事像细流汇聚，终于让婆婆下定决心，不再偏袒大哥。在婆婆的主持下，我们请来了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和家族里的亲戚，堂屋里挤满了人。三叔带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宣读公公的遗嘱草稿，二伯则翻看着日记里的相关内容，七姑用手帕捂着嘴小声抽泣，感叹老头子的良苦用心。虽然没有经过公证，但有日记作为佐证，再加上婆婆的认可，大哥纵使满心不甘，也无法反驳。最终老房子按照遗嘱，由我和张明轩与大哥各继承一半。散场时，大哥一脚踢开脚边的石子，嘴里嘟囔着走着瞧，可在众人的注视下，还是在分配协议上签了字。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大哥却不甘心失败，开始在村里散布谣言，说我们用手段逼迫婆婆，伪造遗嘱，只为了霸占家产。这些谣言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菜市场卖豆腐的刘婶看到我时撇了撇嘴，村口大树下乘凉的老人们也对着我们指指点点。有天傍晚，我听见几个妇女在井台边议论，听说那小两口在城里混得不正经，才这么惦记老房子。面对恶意重伤，我们没有选择沉默。张明轩骑着电动车，逐一拜访村里的长辈，在他们的烟袋锅子吧嗒声中，耐心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出示手机里的证据。有次去拜访德高望重的赵爷爷，老人带着助听器，张明轩跪在地上，对着老人的耳朵反复解释了半个多小时。我则主动加入村里的妇女聊天群，帮着王婶摘豆角，陪李嫂耐鞋底。在帮孙奶奶修补被老鼠咬破的棉袄时，我无意间说起公公生前总念叨大哥小时候发烧，自己背着他走了20里山路去医院的事。孙奶奶抹着眼泪说，老头子是个重情义的人，写的遗嘱肯定不假。同时我们也没有忘记关心婆婆，即使大哥从中作梗，我们依然经常回去看望他。我特意买了本家常馄饨100粒，学会了婆婆最爱的荠菜馄饨做法，每次去都带着现包的馄饨，还细心的把馄饨皮擀得薄如蝉翼。张明轩给老屋装上了新的热水器，手把手教婆婆使用，担心她记不住，还特意用红笔在操作面板上标注步骤。婆婆被我们的孝心打动，也开始主动帮我们澄清谣言。有次在村头的大槐树下，
他拄着拐杖大声说：“别听磊硕瞎咧咧，那遗嘱就是他爸写的。”我亲眼看见老头子在书房写的。渐渐的，风向开始转变，村民们看到我们对婆婆的孝顺，下雨天我们冒雨送伞，鞋子陷在泥里也顾不上，冬天给婆婆送来新做的棉袄，还特意在领口缝上柔软的兔毛。也看到大哥的斤斤计较，他把老屋门前的公共菜地圈起来种韭菜，用带刺的铁丝网围着，还因为邻居家的鸡踩了他的菜苗破口大骂。那些曾经相信谣言的人纷纷向我们道歉。王婶还特意送来自己腌的咸鸭蛋，用红纸包着，上面写着给好孩子补补。大哥见谣言没有起到作用，又想出了新的招数。他故意在老屋门口堆放杂物，废旧的自行车、发霉的木板堆得比人还高，不仅堵塞通道，还引来蚊虫。到了半夜，他还故意敲打铁皮桶，哐哐的声音在寂静的村子里格外刺耳。有次邻居张奶奶心脏病差点发作，他儿子怒气冲冲的找上门，却被大哥拿着扫帚赶走。邻居们不堪其扰，纷纷向我们抱怨。这一次，我们直接报了警。警察来到现场，看着满地狼藉，直摇头，对大哥进行了严肃的警告和教育。在法律的威慑下，大哥终于收敛了一些，但看我们的眼神依然充满怨毒。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一天深夜，我们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那头，邻居气喘吁吁地说：“快来，你大哥被人堵在村口了。”我们驱车赶到时，只见债主们举着欠条，开着破旧的面包车闯进村里，车灯照亮了大哥苍白的脸。原来他在外面赌博，欠下了巨额债务，输红了眼的他竟然想把他继承的那一半老房子卖掉。消息传到医院，婆婆得知后气得当场晕倒，被紧急送进了县医院。医院的消毒水味道刺鼻，婆婆躺在病床上，插着输液管，脸色苍白如纸。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答声，像是悬在我们心头的警钟。大哥蹲在走廊里，头发凌乱，西装袖口沾着酒渍，面前摆着几个空酒瓶。看到我们，他突然冲过来，抓住张明轩的衣领：“救救我！那些人说不还钱就要打断我的腿。”张明轩没有推开他，而是冷静地问清了债务情况。原来大哥不仅赌博，还借了高利贷，利滚利之下早已是天文数字。看着大哥狼狈不堪的样子，再看看病房里虚弱的母亲，张明轩心中百感交集。他转身走向自动取款机，将卡里的积蓄全部取出，又联系了几个朋友借钱。最终，张明轩决定主动帮大哥偿还了一部分债务，但前提是大哥必须彻底放弃对老房子的执念，不再折腾。大哥一开始还想讨价还价，可债主们的叫骂声从楼梯口传来，夹杂着威胁的话语。他终于崩溃地跪在地上，抱着张明轩的腿痛哭流涕：“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对不起爸妈，对不起你们。”泪水混着鼻涕滴在医院的瓷砖上，晕开一片水渍。这场风波后，大哥仿佛变了个人。他戒了赌，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开始跟着村里的装修队干活。每天天不亮就扛着工具出门，晚上浑身沾满水泥灰才回来。我们把老房子重新装修了一番，将它改造成了一个温馨的民宿。大哥主动提出不要工钱，帮着刷墙、铺地板，还利用自己的人脉联系到便宜的装修材料。开业那天，阳光洒满院子，民宿门口挂着大红灯笼。大哥系着围裙，热情地给游客介绍房间，额头上的汗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他特意把自己亲手制作的木雕摆件放在每个房间，上面刻着家和万事兴。有个游客问他，这手艺不错啊，以前学过？大哥笑着说，跟我爸学的，他年轻时是个木匠。每到节假日，民宿里都挤满了游客，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在沙坑里堆城堡，老人们坐在葡萄架下喝茶聊天，听大哥讲村里的老故事。民宿的留言本上写满了好评，第一次感受到乡村的温暖，老板一家太热情了。看着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景，看着大哥忙碌的身影，看着婆婆脸上幸福的笑容，我知道所有的努力和坚持都是值得的。如今我们经常围坐在老房子的院子里吃饭，月光洒在八仙桌上，大哥会主动给婆婆夹菜，还学着我包荠菜馄饨。张明轩和大哥说起小时候偷摘邻居家桃子被追着跑的事，两人笑得直不起腰。墙角的蜘蛛网上不再挂着枯叶，而是缀满了晶莹的露珠，在晨光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我不顾家人及七大姑八大姨的反对，像一只飞蛾扑向张君华。没有彩礼，也没有婚礼，母亲含着眼泪跟我讲，真正的生活并不像童话那么美好。我心意已决，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就死给他们看。母亲最后妥协了，她把我送到车站，车还没开，她扭头就回去了。作为过来人，她或许早就预见了以后的事。我把一生的幸福都寄托在了张君华身上，可刚到南岸的第一天，我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千滋百味。张君华的家在南岸市郊农村，这件事他从来没对我说过，当然我也没问过他。当时的我只觉得两个人相爱就足够了。然而走进真正的生活，我才发现婚姻里只有爱情是不够的。张俊华家的房子很破旧，院子很小，他的母亲是市里服装厂的工人，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那时候我天真的认为他骑自行车是为了绿色环保。因为是第一次到他们家，婆婆做了一桌子菜，张君华的七大姑八大姨也都来了，可满桌子的菜无一不带辣椒。这是饮食习惯的不同，以后会彼此体会照应的。那一瞬间，我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妈，玲玲是北方人，她吃不惯吃辣的。张君华看着我对桌上的菜无从下手，悄声对婆婆说了这么句话：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吗？现在的女孩子哪有那么矫情的？你表姑家四嫂的女儿就什么都能将就。我早就跟你说过，娶媳妇不要娶隔着10万8千里远的，吃都吃不到一块去，日子怎么过到一块去？婆婆不但高声对了张君华，还拿别的女人跟我做比较。这些话虽然让人尴尬，但我也都忍了。毕竟当初我跟张君华在一起时，他的母亲也是极力反对的。或许就是因为双方家长都反对，才使得我们不达目的誓不休吧。碍于对母亲的尊重，张君华也没再说别的。一顿饭在张君华七八姑八大姨的品头论足中吃完。到了晚上，我实在饿得睡不着，就悄悄起来泡了一碗方便面。谁知道面刚泡好，就被对面屋的婆婆发现了。张俊华家的房子虽破旧，却有好几个房间，我跟他暂住在西边那间。婆婆进来的时候没有敲门，我当时吓了一跳，刚拿起的勺子掉到了地上，当啷一声响，也吵醒了张君华。大半夜的搞什么？还让不让人睡觉？婆婆上前不容分说，指着我的鼻子就吼了起来：怎么了？张君华顾不得穿鞋就跑了过来。你这个媳妇安的什么心？明知道我睡眠不好，大半夜弄得叮叮当当，这是要把人搞死，你们好拿着拆迁款去挥霍。我余悸未消，
听着他的话，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哎呀妈，他肯定是不小心弄出动静了。这么晚了，快去睡吧。玲玲，你也是的，大晚上的不睡觉，在这折腾什么吗？张君华一边替我辩解，一边又训斥了我一句。为避免让他受夹板气，这事我也忍了。我告诉你们，只要我活着，你们就别想独吞拆迁款。婆婆翻着白眼，唠唠叨叨出了屋子。我骂刀子嘴豆腐心，你别往心里去。上个月我爸3周年，加上这几天他厂子正裁员，心情也不太好。反正咱们也不会在这住太久，等房子拆了，款一下来，咱们就搬出去。张君华这样安慰着我。打工人总有不顺心的时候，这我也能理解。从我进张君华家，第一眼就看到了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拆字，这也是当初张君华说不办婚礼也没有彩礼的原因。想着很快就会搬出去，同时也理解张君华两边周旋的不易，更体谅婆婆这几年一个人过得辛苦，我就没多说什么。但是第二天一清早，婆婆的做法却让我实在无法忍受。天刚蒙蒙亮，还在睡梦中的我就听到咣当一声，门被从外面推开了，婆婆气势汹汹从外面冲了进来。我根本来不及反应发生了什么事，她二话不说，直接把我俩的被子给掀开了。我有裸睡的习惯，冷不防被以这种方式暴露出来，我本能的蜷缩起身体，快速拿枕巾遮挡住身体。张君华似乎已经习惯了，搓搓眼睛问道：“你干什么呀，妈？天都还没亮呢，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起床，都当自己是大少爷大小姐，还得别人伺候，去做饭。”婆婆满眼嫌弃的瞟我一眼，怒气冲冲走了。她脾气不好，之前张君华也跟我提起过，但我没想到她说的脾气不好竟是这种暴躁。我刚想发作，却被张君华一把搂在了怀里。亲爱的，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等咱们搬出去，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女人总是会因这些甜言蜜语而妥协。我和张君华强睁着惺忪的睡眼在厨房忙碌。我妈今天是6点的班，要迟到了，心情可能有些焦虑，你多包容她点，你只要不惹她生气，她慢慢会发现你的好，就会对你像自己女儿一样待。希望如此吧，老婆，谢谢你的包容和理解。我妈这几年一个人供我读书不容易，这段时间你就多辛苦点，将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一定会把你宠成公主。老公你真好。婆婆吃过早饭就骑着自行车上班去了。我跟张君华商量，既然我们打算在这里安家落户了，我就在市里找份工作，到时候也为你养家糊口，减轻点负担。然而我的想法却被张君华拒绝了。在我们这里，女人出去赚钱是要被戳脊梁骨的。再说了，我又不是养不起你，以后你就在家主内，我负责去赚钱，等这边房子拆了，我就辞职做买卖，到时候你就是老板太太。张君华总是挑我最喜欢听的话说，而且时时把拆房子的事挂在嘴上。婆婆下班回来，直接将一套衣服塞到我手里。你过来也没知会一声，我也没什么准备，这衣服是今年新款，还没上市呢，我给你弄了一件，外面卖的很贵哟，好几大百呢。婆婆态度的转变，让我对张君华的话更加深信不疑。可又过了一天，婆婆休班，只有我们2个女人在家时，她又变成了另外一副嘴脸。看着张君华出了家门，婆婆转身回来，摘下围裙直接扔到了我脸上，去把碗洗了，饭吃那么多，谁养得起哦？我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但一想到张君华对我说的那些话，
我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这些委屈都是暂时的，等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搬出去就好了。农村的条件不比城里，没有热水器，洗碗要在院子的水泥池子里。南岸的9月虽热浪未退，可水龙头里的水却是冰凉的，所以我洗碗之前打算先烧一壶热水。可我刚点开燃气灶，就被婆婆一把给关了。又不是做饭时间，点火做什么？婆婆挑眉瞪眼，鼻孔里喘着粗气。水太凉了，我烧点热水对着洗碗。我小声回复她，生怕她挑出我什么毛病。水凉？这么热的天你跟我讲水凉？我们喝都要喝生水，你洗个碗要烧热水，怎么这么败家？燃气不要花钱的吗？我们赚钱那么容易吗？你这么大手大脚，日子还怎么过得下去？一番话几乎字字被加重，口水差点喷出一条彩虹。他气恼地甩着手进了屋子。我好不容易把碗洗完，围裙还不等解下来，婆婆又来了。她将一个扫把塞到我手里，说道：“把院子扫干净，洗个碗要那么久，一天到晚都不要做别的事了，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于是我扫院子，刚把扫起的垃圾装进垃圾袋子，婆婆又递过来一把锄头，跟我去把地里的草铲掉。洗碗、扫地、收拾屋子我都会干，可是铲草的事，别说干了，我连看都没看过。我想告诉她，我不会铲草，可是话到嘴边，我又咽了下去。不会，我可以学。为了我跟张君华的未来，学点活算什么？可是铲草没我想的那么容易。且不说地里的苗是什么，我不认得，就拿着锄头，必须要把腰弯成近90度，我都坚持不了几分钟。草没铲几棵，我的腰却累得直不起来，活都不会干，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婆婆适时又送上这句话。她刚想说点别的，邻居扛着锄路过。华子妈，这是叫了儿媳妇一起干活呀？哎呦，我哪舍得，我这儿媳妇可比我女儿金贵得多，她偏要跟着来看看，谁拦得住哟？我看她也不会干哟，哪个让她干了，在旁边看着我干喽。邻居走了，婆婆瞬间一张老脸铁青起来，不会干又不说，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回去摘菜。一天的时间就在婆婆不停重复着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哟这句话中度过。张君华下班回来，婆婆没有提白天的事，我自然也就没提。这种时候，谁先开口，往往就会成为那个挑事的人。1周的时间，1个月的时间，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我本以为时间久了，婆婆也该唠叨够了，也会慢慢了解我会干什么，不会干什么。时间久了，有些活我也就慢慢学会了，她也就不会再挑我的毛病了。可有一天，张君华刚下班回来，婆婆就给我们上演了一场人间大戏。张君华下班回来，说有个老同学聚会，要带着我一起去。听到这消息，我很高兴。我在南岸没什么朋友，所以这段时间几乎不怎么出去。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出去嗨皮一下了。可当我换好了衣服，兴冲冲跑出房间时，就看到婆婆斜靠在竹椅子上，说是犯了头疼病。话呀，这天热得我脑壳嗡嗡响，你去给我弄瓶凉水捂捂。刚弄完了水捂在脑袋上，婆婆的腿又疼了起来。话呀，你读书这几年都不知道妈是怎么过来的。一通诉苦，台词很溜，估计是早就背得滚瓜烂熟，平时也练得炉火纯青了。本想着你娶了媳妇，妈跟着你享几年清福，就去找你爸了。可你这媳妇呀，婆婆故意只将话说一半，眼神瞄向我的时候，透露着几分胆怯。张君华只安慰着她，并没有说什么，可是他看我的眼神却多了几分埋怨。妈，你这腿是怎么弄的？
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张君华给婆婆揉着腿，突然看到她腿上的青紫色，下意识扭头看了我一眼。不是我弄的。张君华看我的2次眼神都写着不满，这事我必须要解释。哎呀，你看看你，玲玲又不是故意的，你看她做什么？她一个北方丫头，胳膊大力气粗的，随便碰我一下都撞出老远。她要是故意的，我这老命还留得下吗？我可是把玲玲当自己女儿一样看待，自己的女儿跟我瞪个眼，吼几声，那不都很正常吗？男暗女人相对娇小，我的确看起来比婆婆要壮实得多，可我从来都没有故意去碰她撞她，我甚至从来都没有跟她瞪过眼，更没有吼过她。我以为张君华应该知道我不是那种人，然而他虽然没说什么，可他看我的眼神却在说明，他相信婆婆说的话，不相信我。最让我有苦说不出的是，婆婆在张君华的面前，看似一直在替我说话求情，可实际上每一句话里，都是在数落我这些天她认为的不是。张君华的老同学聚会没去成，她只安慰着婆婆，时不时瞟我一眼，没有跟我说一句话。这个儿子可真孝顺呀！到这里1个多月，我第一次觉得异常委屈。晚上关了门也关了灯，张君华才跟我说第一句话：玲玲，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妈这几年不容易，如果没有她，我不可能有机会读大学，咱们也更不可能认识，更不可能走到一起。你妈不容易是我造成的吗？我实在无法再忍下去。你体谅她的不容易，可你想过我的不容易吗？我大老远嫁过来，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你领了证。为了能跟你在一起，我跟家里闹翻了脸，差点跟我父母断绝关系。你跟我说你们的所有不容易，让我包容，让我理解，可你能不能也理解包容一下我？我每天待在家里，适应你们家的生活方式，学着去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2个人的未来。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诉说心里的委屈。张君华沉默下去，好半晌，他才说道：你的委屈我可以理解，将来也可以弥补给你，但那是我妈，你的婆婆，你将来或许也会有做婆婆的一天，难道你也希望你将来的儿媳妇对你那样吗？张君华的这番话让我很震惊，说到底，他还是不相信我没有做过婆婆说的那些事。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张君华嘴里说着的都是那些关于婆婆的不容易。我沉默下去，不再跟他争辩，这样的争辩我觉得毫无意义。张君华说够了就睡了，然而我却看着窗外的夜色，久久不能入眠。我在反思到了张君华家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难道真的是我哪里做错了？或许未为人母的我，真的很难体会婆婆的不容易。张君华说的也不全是错的，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做婆婆，但我绝对不会做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婆婆。我想我应该冷静一下，或许明天一早醒来，张君华也会冷静地思考一下今天所发生的事。或许天一亮，我们又会回归忙碌的生活，把昨天的一切不愉快都忘掉。可是我起来的时候，却听到厨房里传出他们母子的悄悄话。话呀，老婆这种东西你就得管得严点。他居然说老婆是东西，他不也是别人的老婆吗？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冲出去问问他，你又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在家的时候，他描眉抹粉的，年轻人爱打扮也没毛病，我这个做婆婆的可开明得很。可这街坊四邻的嘴你堵不住呀，说什么胡骚脸水蛇腰，这种女人养不住，早晚得出去给你戴绿帽子。还说什么不会干活，不会过日子，整天当大小姐养着，花钱还大手大脚，
整个一个败家子，你们老赵家真有钱呀！我把玲玲当女儿看，我养着她我愿意，是把话呀。可你也得看看自己家什么条件，有些事你可不能都由着她，你得给她立好规矩。妈是过来人，这么说都是为你好。张君华一边听一边不住点头，他觉得他的妈妈说的好有道理，但我实在无法忍受婆婆在颠倒黑白。婆婆，我描眉抹粉化的是淡妆，我嫁到这个家来花的所有钱也都是我自己的，我买什么也会给您带一份回来。您如果真把我当女儿看待，就请您别背着我跟张君华说那些有的没的。我虽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却还是尽量注意着言辞，声音也很小。我理解她作为一个母亲，替自己儿子操的所有心，但这并不是她胡说八道的理由。玲玲，妈这么说也是为咱们好。张君华依旧偏袒婆婆。玲玲呀，是妈不好，你可别跟妈一般见识呀。婆婆仍旧是实力出演，你们都好，是我不好。我一气之下抹着眼泪出了门，一个人跑到客车站。我想回家，可到了地方我才发现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张君华没来找我，我一边不停流着眼泪，一边翻动着手机想找一个人倾吐。这时候我却发现我在这边一个朋友都没有。直到客车站上没什么人了，我有点害怕，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回去。一路上我在心里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矛盾，或许大家都说开了，以后也就会慢慢好起来。可是到了张君华家胡同口，听到婆婆跟一群街坊的对话，我瞬间如雷轰顶。站在胡同口，昏黄的路灯将我的影子拉得斜长，四周静谧的有些诡异，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婆婆那尖锐刺耳的声音毫无阻碍地钻进我的耳朵，如同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直直地刺向我千疮百孔的心。你们是没瞧见我家那媳妇，天天就知道偷懒，碗洗得不干净，地扫的也不利索，还挑食得很，一点辣都吃不了，哪像个过日子的人哟。婆婆一边说着，一边夸张的摇头叹气，脸上的嫌弃之意浓得仿佛能滴出水来。在她的描述里，我俨然成了她这辈子最大的灾难，是那个将她家搅得鸡犬不宁的罪魁祸首。就是华子也是，怎么就娶了这么个娇滴滴的媳妇回来，也不看看自己家啥条件，还想当少奶奶呢？隔壁王婶那尖细的声音紧随其后，像是一把尖锐的哨子，在这寂静的夜晚格外刺耳。她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瞟向我家的方向，那眼神里满是幸灾乐祸与指指点点。可不是吗？我就怕她把华子给带坏了，咱们这儿的规矩她啥都不懂，还爱打扮，指不定哪天就跟人跑了，把华子甩了哟。婆婆的声音愈发高昂，像是在宣讲着什么伟大的真理，每一个字都重重地砸在我的心头。她越说越激动，手在空中挥舞着，仿佛要把我那些所谓的过错都具象化，展示给周围的人看。我紧紧地咬着嘴唇，下唇都被我咬得泛白，指甲深深地陷入掌心，留下一道道月牙形的痕迹。钻心的疼痛却比不上我内心汹涌澎湃的愤怒与委屈。本以为回到家，坦诚地把事情说开，一切都会慢慢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可现实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我的脸上。我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那颤抖的身体镇定下来，一步一步，如同拖着千斤重担般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每一步都迈得无比艰难，心中满是对即将面对的场景的恐惧与无奈。推开门的瞬间，婆婆和那群街坊的声音像是被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目光像一道道聚光灯，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婆婆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那一瞬间，她的眼神里透露出一丝心虚，但很快，那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模样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哟，你还知道回来啊？跑哪也去了？这么晚才回来，不知道家里人担心啊？婆婆率先发难，她双手叉腰，眼睛瞪得如同铜铃，语气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关心，满满的都是指责，那模样就像是我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罪。我冷冷地看着她，一字一顿地说：我去了趟车站，本想回家，可惜我没钱买票。说到回家2个字时，我的声音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这个曾经我满心期待，以为会充满温暖与爱的家，如今却让我感到如此陌生和心寒，仿佛我从来都只是一个外人，一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回家？你这才嫁过来多久啊？就想着回娘家，传出去还不得让人笑话死？婆婆皱着眉头，脸上写满了不悦，她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嘲讽的冷笑，似乎在嘲笑我的软弱和对娘家的依赖。张君华从屋里走了出来，看到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愧疚，有无奈，却唯独没有我渴望已久的理解和支持。玲玲，你跑出去1天，我和妈都担心死了，以后别这样了。他的语气平淡的如同白开水，仿佛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根本不值得一提。我看着他，心中的失望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将我淹没。张君华，你真的觉得我错了吗？你难道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吗？我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满心期待他能站在我这边，能像我曾经无数次幻想的那样，为我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天空，成为我坚实的依靠。张君华犹豫了一下，眼神开始闪躲，不敢与我对视。玲玲，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可她毕竟是我妈，你就多担待点吧。他的话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我心中那座摇摇欲坠的希望之塔。在他的心中，母亲的感受永远排在第一位，而我的痛苦和委屈似乎都可以被轻易的忽视和牺牲。担待，我已经担待的够多了。从来到这个家的第1天起，我就努力去适应，努力去讨好你们，可结果呢？我得到的只有无尽的指责和委屈。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像断了线的珠子般不停地滚落。我的声音变得歇斯底里，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委屈和愤怒，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婆婆一听，立刻像被点燃的火药桶一样跳了起来，双手叉腰，眼睛瞪得更大了，里面仿佛要喷出火来。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他娶了你，可不是让你来气我的。你要是不满意，就别在这个家待着。他一边说，一边向前迈了一步，身体前倾，摆出一副要与我对峙到底的架势，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反而充满了挑衅，仿佛在向我宣告他在这个家的绝对权威。我看着婆婆那副蛮不讲理的模样，又看看张君华那懦弱无能、只会逃避的样子，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决绝。我转身冲进房间，用力拉开抽屉，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那是我在无数个以泪洗面的夜晚，在痛苦和绝望中一点点写就的。本想着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走这一步，可如今面对这冰冷的现实，我已经没有了任何留恋。我拿着离婚协议书，再次走到客厅，将它重重地扔在桌子上，纸张与桌面碰撞，
发出清脆的声响，仿佛是我对这段失败婚姻的最后呐喊。张君华，我们离婚吧！我受够了这样的生活，受够了你们母子的欺凌。我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此刻的我已经彻底对这个家，对这段感情绝望。张君华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桌子上的离婚协议书，眼睛瞪得大大的，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玲玲，你别冲动，咱们有话好好说，这婚不能离啊！他试图挽回，声音里带着一丝慌乱，他的手不自觉地伸出来，似乎想要抓住那即将远去的幸福，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婆婆却冷笑一声，那笑声冰冷刺骨，离就离，我看你也不是个能跟我儿子好好过日子的人，走了也好，省得我天天看着心烦。他的话如同一把盐，洒在我那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让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我没有再理会他们，径直走进房间，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我把一件件衣服粗暴地塞进箱子里，每塞一件，心中的伤痛就加深一分，但同时也多了一分解脱的快感。我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我将迎来新的生活。张俊华跟了进来，他站在我身后，嗫嚅着：“玲玲，我知道我妈做的不对，可咱们毕竟有感情啊，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哀求，身体微微前倾，试图靠近我，可我却像躲避瘟疫一样躲开了他的触碰。我停下手中的动作，转过身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温柔，只剩下无尽的冷漠。绝情？你和你妈一次次地伤害我，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这不是我绝情，是你们逼我的。我一字一句地说着，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充满了愤怒和失望。收拾好行李，我拉着箱子，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让我伤心欲绝的家。身后传来张君华的呼喊声和婆婆的咒骂声，但我没有丝毫停留，脚步坚定地朝着前方走去。我知道前方或许充满了未知和挑战，但那也比留在这里继续承受痛苦要好得多。走出胡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夜晚的空气带着一丝凉意，却让我感到无比的清爽。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将告别过去的痛苦，重新开始我的生活。虽然未来的路充满了未知，但我不再害怕，因为我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我来到了市区，租了一间小小的公寓，虽然简陋，但却充满了自由的气息。我开始四处找工作，凭借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努力，很快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每天我忙碌于工作中，虽然辛苦，但却充实而快乐。在工作中，我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背景，但都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玩耍，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他们的陪伴下，我渐渐走出了过去的阴影，重新找回了自信和笑容。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这个城市里扎下了根，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偶尔，我也会想起张君华和他的母亲，但心中已经没有了怨恨，只剩下一丝淡淡的感慨。我知道，那些曾经的痛苦和磨难，都将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懂得珍惜生活的美好。而张君华在我离开后，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婆婆依旧过着她那自以为是的生活，而张君华在失去我之后，才渐渐意识到我的重要性。他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懦弱和不作为，试图找到我，挽回这段感情。
一天，张君华突然出现在我的公司楼下，他看起来憔悴了许多，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愧疚。玲玲，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他走到我面前，低声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仿佛在害怕听到我的拒绝。我看着他，心中没有了一丝波澜。张君华，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现在过得很好，不想再回到过去。你走吧，我们已经不可能了。我的声音很平静，却让张君华感到无比的绝望。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像是被人狠狠地抽了一鞭。玲玲，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那么听我妈的话，不该不相信你，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张君华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他试图抓住我的手，却被我轻轻躲开了。他的手悬在半空中，显得那么无助和尴尬。张君华，有些错误，一旦犯下，就无法挽回。我们之间的问题，不仅仅是你妈的原因，更是我们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现在，我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不想再被过去的事情打扰。你好自为之吧。说完，我转身走进了公司大楼，留下张君华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他望着我的背影，泪水夺眶而出。他知道，他彻底失去了我，失去了那个曾经深爱着他，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女人，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从那以后，张君华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努力工作，享受生活，不断追求着自己的梦想。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去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工作中，每一个项目，每一次会议，都成了我重塑自我的战场。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我挑灯夜战，反复研究，只为能在工作中崭露头角。凭借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我逐渐在公司里大放异彩。在一次至关重要的项目汇报会上，我身着干练的职业装，镇定自若地走上讲台。投影仪射出的光洒在我身上，我条理清晰地阐述方案，用精准的数据和独到的见解剖析市场趋势，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台下的领导和同事们听得全神贯注。随着汇报的推进，会议室里渐渐响起了此起彼伏的交头接耳声，那是大家对我方案的认可与惊叹。汇报结束，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成功获得了晋升机会，开始负责一个关键的团队。自此，我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也迎来了更多的挑战。但我内心充满了斗志，丝毫没有退缩之意。随着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我的社交圈子也如涟漪般慢慢扩大。在一场行业交流会上，现场灯光璀璨，人来人往，大家都在热烈地交流着行业信息。我端着一杯香槟，正与几位同行交谈，不经意间目光扫到了不远处的一位男士。他身形挺拔，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正微笑着和旁人交流，举手投足间都透着成熟稳重的气质。在朋友的引荐下，我结识了他，他叫沈毅。沈毅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在业内口碑颇佳，事业上可谓建树颇丰。初次交谈，我们便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从前沿的工作理念到生活中的点滴趣事，话匣子一旦打开，便源源不断。交流会结束后，沈毅主动提出送我回家。一路上，车内氛围轻松愉悦，我们分享着各自的经历，笑声不时传出。此后，他常常约我吃饭，带我去看各种新奇有趣的展览。
在她的陪伴下，我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平等且尊重的相处模式。她会认真倾听我工作中的烦恼，给出中肯的建议，也会在我疲惫时带我去郊外散心，让我在大自然中放松身心。和她在一起，我仿佛重新找回了自信和快乐。与此同时，张君华却在失去我的生活里愈发迷茫。婆婆依旧每日唠唠叨叨，抱怨着生活中的琐事，对张君华的管束也愈发严苛。清晨，当张君华还在睡梦中时，婆婆就会大声催促她起床，指责她生活不规律。晚上，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还要面对婆婆对她工作的数落。张君华的工作并不顺利，因为心不在焉，频繁出错，被领导多次批评。他开始怀念和我在一起的时光，怀念我为他准备的热饭菜，那些饭菜里饱含着家的温暖，怀念我在他疲惫时给予的温柔鼓励。我的话语总能让他重新燃起斗志。如今，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他越发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一天，张君华鼓起勇气，瞒着婆婆来到了我居住的公寓楼下。彼时，夜幕已经降临，城市的霓虹灯闪烁，街道上车水马龙。他在楼下徘徊了许久，内心做着激烈的挣扎，手中的手机被他紧紧握着，屏幕上是我的电话号码。最终，他还是拨通了我的电话，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充满了渴望。玲玲，我是张君华，我就在你楼下，我真的好想和你说说话。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听到他的声音，心中微微一怔，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下楼见他一面。楼下，张君华看到我出现，眼眶瞬间红了，他的眼神中满是懊悔与痛苦，嘴唇微微颤抖着。玲玲，我这段时间过得一塌糊涂，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生活。我妈还是老样子，可我现在才明白，你才是那个真正对我好的人。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脸上写满了懊悔。我静静地听着，心中却没有了往日的波澜。张君华，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你现在的处境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导致的。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希望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我平静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张君华还想再说些什么，这时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停下，沈毅从车上走了下来，他手里拿着为我准备的晚餐，原本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看到我和张君华站在一起，微微一怔，但还是礼貌地走了过来。玲玲，这位是？他轻声问道，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我介绍道，这是张君华，我的前夫。张君华，这是沈毅。张君华看着沈毅，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嫉妒，也有自惭形秽。沈毅身上散发出来的自信与从容，与自己如今的落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默默地转身离开，背影显得无比落寞，在霓虹灯的映照下，他的身影逐渐融入了夜色之中。看着张君华离去的背影，我没有一丝动摇。我和沈毅手牵手走进公寓，一起准备晚餐，分享着彼此一天的经历。在温馨的灯光下，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与安宁。我们一边做饭，一边打闹，厨房中充满了欢声笑语。晚餐过后，我们窝在沙发里，他轻轻拥着我，我们一起回顾着今天的趣事，计划着未来的周末要去哪里游玩。在他的怀抱中，我渐渐忘却了过去的伤痛，只觉得此刻的时光无比美好。时光荏苒，我和沈毅的感情愈发深厚。他尊重我的想法，
每当我在工作上遇到难题，向他请教时，他总是认真思考，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却从不干涉我的决定。他支持我的事业，在我为了项目加班时，他会默默地为我准备好夜宵，陪我一起熬夜。我们一起规划着未来的生活，讨论着未来的家要装修成什么风格，要养一只可爱的宠物。而张君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消沉后，也开始尝试改变自己。她和婆婆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沟通，在一个安静的夜晚，她坐在婆婆对面，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婆婆能尊重她的生活。婆婆虽然依旧强势，但在张君华的坚持下，也有所收敛。张君华重新调整工作状态，每天早早起床，认真规划一天的工作，晚上回家后还会学习专业知识，提升自己。渐渐的，他的工作有了起色，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同事们也对他刮目相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沈毅向我求婚了。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在海边的沙滩上，用鲜花和蜡烛摆出了一个巨大的心形。周围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大家都面带微笑，满怀期待。当我穿着一袭白色的连衣裙出现在沙滩上时，沈毅手捧着鲜花和戒指，缓缓向我走来。他单膝跪地，眼中闪烁着泪光，深情地说道：玲玲，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感受到了幸福和温暖。你愿意嫁给我，让我用一生来守护你吗？我眼中满是感动的泪水，用力地点了点头。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婚礼那天，我穿着洁白的婚纱，光彩照人。望着台下满脸笑意的沈毅，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而张君华也带着真诚的祝福出席了我的婚礼。他站在角落里，看着我走向新的人生，心中虽有遗憾，但更多的是对我的祝福。他知道这是我应得的幸福，而他也会带着这份经历继续前行。婚后，我和沈毅过上了甜蜜的生活，我们一起经营着温馨的小家，也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清晨，我们一起起床，为彼此准备早餐，然后各自奔赴工作岗位。晚上，我们一起在小区里散步，分享着一天的喜怒哀乐。我时常会想起那段在张君华家的痛苦经历，但它已不再是我心中的阴霾，而是激励我珍惜当下、勇敢前行的动力。我知道，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我都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应对，因为我已经从过去的困境中破茧而出，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小叔子结婚，公婆给了妯娌30万彩礼，还不包括五金、婚房。我很生气，因为2年前我结婚时彩礼只有2万，婚房的首付和装修也是我跟丈夫平摊。我要婆家给个说法，把余下的彩礼给我补齐，他们却骂我没有长嫂风范，钻到钱眼里了，还说1分钱1分货，我就值2万。他们没拿我当回事，我也不必再拿他们当人了。小叔子结婚，我们赶去参加婚礼，我这才知道公婆给了新媳妇30万彩礼，我当时就气坏了。毕竟我当初结婚时彩礼婆家才给了2万，听说还是借的。为了不让他们作难，五金的钱是我自己出的，婚房的首付和装修也是我和老公一人一半。而小叔子结婚只比我晚了2年，那时婆家说家里经济紧张，因为小叔子不成器，为了给他找个安稳工作，将来好成家，公婆倾尽所有给他办了个网咖，家里实在拿不出什么钱了。我不是不通情理的人，跟男友的感情
又好，便爽快地接受了2万彩礼的事实。公婆当时还很感动，说我心地善良，是难得一遇的好媳妇，赌咒说将来要像亲女儿一样好好待我。男友也发誓一辈子对我好，宁可我负他，不能他负我，说得我差点哭了。婚后我也一直对自己的决定不后悔，可我万万没想到，仅仅过了2年，婆家就能拿出30万做彩礼，还有婚房，还有5金，还有1辆车。这么多钱哪来的？不是一直说没钱吗？想起婆婆当着一屋子亲戚说他们早2年就已为小叔子结婚做好了准备，在有人问彩礼是不是太多时，她还很得意地说，就冲她小儿媳那模样，出再多彩礼也值得。我就更气了，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如果回答让我不满意，我不介意搞砸了你弟的婚礼。在我的质问下，何刚告诉我，他妈之所以那么说，纯粹是因为面子。之前真没骗你，那时确实拿不出多少钱，就是现在他们结婚，30万彩礼也不全是爸妈出的，有15万是我拿的。我瞪大了眼睛，他居然出了15万，凭什么？那可不是1000、2000的小钱，是15万，是夫妻共同财产。何刚小心地看我一眼，嗫嚅道，他们说长兄如父，亲弟弟结婚，我当哥的于情于理都该出最大的份子钱。我嗤之以鼻，那他们当爸妈的，在你结婚时不该给你最大的份子钱？不行，太不公平了，我要跟他们要回来。何刚拼命拽住我，媳妇，别去，我知道我们在理，可毕竟我弟弟结婚是喜事，这时候闹开了会让他们丢面子，也会给你惹闲话的。我说我不怕，因为闲话也是他们制造的。才2年，他爸妈就能攒出15万，还有婚房、5金、汽车，乱七八糟加起来小200万，看来很有造富的能力。想必把欠我的彩礼补上也没问题。他们要面子，我也要面子，让人家知道我的彩礼只有2万，不止我丢脸，你也丢脸。他们这种偏心做派其实更丢脸。何刚却为难地说时过境逝，不合适，气得我甩了他一巴掌。我看挺合适，一下子能拿出这么多娶媳妇，应该也不缺我的彩礼，就算眼下拿不出来，给我写个欠条也行。我要是公婆，对待2个儿媳妇，就算做不到一样，也不能差距太大。他们倒好，不说弥补我，还在问你出15万，有这么办事的吗？这可是夫妻共同财产，等于非但不弥补我的损失，还要再让这损失扩大，太欺负人了。最后，在何刚承诺婚礼后跟他爸妈提要求，并当场转给我15万后，我才同意不在他弟的婚礼上摆冷脸。小叔子的婚礼在当地最高档的酒店举行，办得很豪华。2年前我的婚礼和他比差了，可不是一个档次。光酒席一桌就是3800的标准，我的只有1200，还是何刚掏的腰包。我的脸不禁黑了黑，何刚忙握了握我的手，一脸紧张，眼里还透着丝哀求。我明白他的意思，当即做了下表情管理。他感激地看看我，轻声说了谢谢。新娘子出来了，和新郎站一起，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出的彩礼那么高了，对比鲜明啊，很有些不太登对。弟媳妇挺漂亮，就是肚子多少有点子大。按说这么爱美的人应该很注重身材，她这有些突出的小腹，我心中升起一股疑虑。不过就算是那样也没关系，越来越没人计较这些了。在看新郎看新娘时满眼的舔狗表情，不经意望向新娘小腹时那热切的期待，兴许真是有了，不然怕是娶不到这么漂亮的媳妇。随着婚宴的进行，气氛越来越热烈，因为一对新人颜值相差过于明显，
不少人开始恭维公婆，你们真有福气，娶了这么美的儿媳妇，将来给你们生个大胖孙子，那也一定好看得很。我参加婚礼几十场，她还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新娘子。这话说的公婆喜上眉梢，小叔子也一脸乐滋滋，扬上去的嘴角使劲扯都扯不回来。就是何刚听了也面带喜色，可接下来的话就越说越变味了。有人看看新娘子，又看看我，大哥家娶儿媳妇，一个比一个好看，真是步步高啊。就是怪不得彩礼这么多，要我能娶这么漂亮的儿媳妇，我也乐意掏30万彩礼。在场很多人也是头次听说这事，都很惊讶。30万，咱这儿行情也就是8万8、9万9，30万可真不少，再加上婚房、五金啥的，可够多的。岂止，听说还给新娘子买了辆将就40万的车呢。乖乖，这得多少？也太费钱了。新娘子面色不悦，小叔子一看不乐意了，瞥了说话的人一眼，高傲地说：多啥多？我媳妇万里挑一的漂亮，出再多彩礼，花再多钱娶她也值得。马上有人附和，就是别说30万彩礼，就是100万也值。最好地段的180的大房子，再加上装修家电、彩礼车子，得好几个100万吧。听到的人纷纷炸舌，有人冲公公问：老河头，你这是卖了几套房才给你小儿子结的这婚啊？公公呷了口酒，得意的摇头晃脑：卖了5套，5套。众人惊呼：乖乖，真舍得！老何家这小儿子运气好啊，结婚赶上拆迁，要不哪能办得起这么豪华的婚礼？公公继续得意：有啥好舍不得的？反正我家拆迁房多的是，9套，卖了5套，还有4套呢。有人顺嘴提议说那也挺好，剩的4套，正好2个儿子一人2套。公公看了眼我们，没吭声。婆婆却说他们早商量好了，剩的4套房都归小叔子。众人更惊讶了，问为啥？2个儿子呢，不得一碗水端平。婆婆夹了块鱼吃了，这才慢条斯理的开口：老大在外省工作，将来还不是指望老小给我们养老，那这钱当然要给他了。众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接什么话好，只有零星几个人附和公婆，说的也有理，谁养老钱就归谁。宾客们的注意力又转移了，有人直摇头。老大结婚时我也参加了，和这一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我也参加了，彩礼只给了2万，说新娘子自己提的，说是多了显得卖自己。我看年轻人就是单纯好骗。有人端着酒杯冲公公喊：老河头，你给老大办的婚礼和这一比，没法比啊！不考虑给他们再办场豪华的，到时候我们再好好吃一顿。公公不屑道：办啥办？又不是没办过，办好办坏那都是个人的命。我瞟了眼何刚，他脸色很受伤。我沉默着，突然一个女生问道：嫂子，看你这么不高兴，是对爸妈的决定不满意吗？注意到众人的目光都投向我，我看了眼对我说话的人，却是新娘子。看她咄咄逼人，我突然有了兴致。有啥不满意的？到时候你们全负责爸妈的养老，我们在京城过自己的日子，花钱买清闲，挺好。就是怪贵，连房带钱的，上千万。不过想必1分钱1分货，到时候你们给爸妈养老可得是5星级酒店服务标准，不然爸妈可亏大了。弟媳妇，咱现在就得讲好，要是你们只拿钱雇人伺候爸妈，那我们可不干。这不也等于花钱买清闲吗？还是花的爸妈自己的钱。话音刚落，弟媳妇就尖叫起来：爸妈，他这是明说了不给钱就不养你们老，
嫂子，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告诉你，别想把养老的活都推给我们，你家是老大，养老就该是你们的义务。婆婆抓起她的手轻拍哄劝，放心，我跟你爸老了，绝对不让你们养，我们跟你大哥大嫂过，让他们伺候我们。小叔子狠狠白我一眼，转头就柔情似水的直冲他老婆点头，好像鸡啄米。看他们这样，我乐了。妈，你讲话怎么前后矛盾？一会说不指望我们，一会儿又说坚决不让他们养，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老年痴呆提前了，还是小儿子结婚让您高兴的昏了头。想清楚了，给个准话。公公不满地瞪下婆婆，转向我，目光冷漠，不像话，哪有这么跟长辈讲话的？你弟妹说的对，这养老是法律规定的义务，给不给你财产，给多少都不耽误你们养父母。老大，管你老婆，不能因为我和你妈把财产都给你弟，你们就想抛弃责任。财产是我们的，义务是你们的，不能交换，这样才公平。他这样说，我可有话讲了。既然提到公平，那咱就说公平。我结婚时为什么只给2万彩礼？小儿子结婚就要给30万，还有婚房，他们的婚房是你们全款买的，我的婚房是我跟何刚一起出钱买，5金更是我自己掏钱，都是儿子，结婚养老这么区别对待，不公平。你们说的养老方案我不同意，不过只要肯不给我30万彩礼，我也能考虑让何刚养你们老。公婆一听，勃然大怒，什么？我儿子给我们养老，怎么还要你同意？你算什么东西，还要不给你30万彩礼？他们这么生气，我就更高兴了，当即笑道，都是儿媳妇，当然也要一碗水端平，何况我还只是要亏欠的彩礼，还没说婚房5金车子，算起来你们占大便宜了。他是我丈夫，他给你们养老，花时间花钱的，必定会损害我的利益，不补偿怎么行？你们给我2万，给他30万，表面上是看不上我，但骨子里是看不上你们大儿子，既看不上他，又要他养老，还不想补偿，没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还欺负自己的亲儿子，虎毒还不食子呢。周围人听到这里，已经纷纷议论了。不是说婚房他们老2口掏了1半钱吗？怎么是人家小2口自己出资？彩礼一个2万，一个30万，别的还都是人家自己掏钱，这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太偏心了。小叔子怒冲冲的嚷，就看不上你们怎么了？给你2万也是看得起你，你乐意就要承受后果。怎么看到我媳妇拿30万彩礼，心里不平衡了？你要是跟我媳妇一样万里挑一的人，美心善，你也能拿这么多。可惜人啊，不能光看钱，也得想想自己配不配。公婆满脸怒容，那时不是说了吗？家里经济紧张，实在拿不出太多，你家当时不也挺理解的吗？怎么现在出尔反尔了？我家当时理解，是因为信了你们说的，而且我爸妈也说，希望以后你们条件好了能补偿我，不补偿的话也要做到娶2个儿媳一样的待遇。所以说我家同意你们出2万彩礼是有条件的，当时答应也只是权宜之计，怎么你们是选择性失聪？现在想赖账？我又提高音量，务必让在场所有人都听清，家里拆迁这么大的事，我可是到今天才知道，我也不怪你们瞒着。不过既然现在已经很宽裕了，那不如今天就把欠我的彩礼给补上，这才公平。我回去说了也好，让我爸妈放宽心，别让他们误会你们当初是骗婚，现在又想赖账，也别让人觉得何刚是你们捡来的。虽然他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可当父母的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厚此薄彼，偏心到嘎吱窝。
吃瓜群众慢慢消化。公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公公怒火中烧，反了你了！长辈的财产爱给谁给谁，想给谁多少就给谁多少，轮得到你一个外人说三道四？你也别想要什么补偿，我可不记得说过将来好过了一定弥补你的什么话，肯定是你在撒谎。我冷笑，当即放出一段视频，那是我之前连夜让我爸给我传过来的。我家因为养了猫，所以安了监控。大屏幕上很快出现了当年公婆在我家商量婚事的画面，他们的说辞证明我刚才没讲半句假话。看着屏幕，我不禁再次感慨，真是当局者迷。那时我也在场，怎么就没发现这两老家伙一脸的精明市侩呢？现在看着屏幕上他们的表现，我真觉得假得很，他们的表情太浮夸。当看到我爸妈答应他们的要求时，趁我们不注意，这二人还对视一眼，露出奸计得逞的恶心笑容。他们的拙劣表演让旁观者清的人更清了，了解公婆家状况的人更是开始交头接耳。这不是骗婚吗？明明那时家里有钱的，虽然不是很有钱，可10万彩礼也是拿得出，哭穷就是为了给小儿子省钱，还硬说是人家自己提的要求，真是。看到真相败露，公婆恼羞成怒。公公对着何刚厉声道：老大，你弟弟的大婚典礼，你就让你媳妇在这儿搞破坏，还不管他，老何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没用的东西。何刚张了张嘴，再次沉默。我想了想，对何刚道：你要觉得老何家的脸让你丢尽了，就离婚；你要觉得老何家给你丢脸了，就跟我走，反正他们也不喜欢我们，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将来也不用给他们养老。公婆一听，气冲冲的，一个朝我扔酒杯，一个朝我扔筷子。我躲了过去，对被不幸殃及的同桌人道了歉。见何刚依旧在沉默，转身就准备走，眼角的余光却瞥见新娘子冲我扑了过来。我好好的婚礼让你搅了，我跟你没完！老婆，小心孩子！小叔子喊道。我的人生大事都让他毁了，我还要什么孩子？新娘子说着，用力甩开新郎的手，提着裙子继续朝我这儿跑。他至于吗？新娘子脾气这么大的吗？不管了，反正我不能让她流产，那局势对我就太不利了。所以本来我可以躲开的，却还是任由她把我撞倒，给她充当了肉垫。不过好在我有所准备，又有人扶了我一把，缓冲了一下。地上又是厚厚的地毯，我并没什么事，疼劲也很快过去了。只不过跟新娘子脸对脸时，我被她眼里巨大的失落惊到了。她为什么失落？她在盼着什么？她为什么要说这种话，还想要打我？我压根就没说过任何侮辱她的话，总觉得她是要故意激怒我。电光火石间，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小叔子火速冲过来，轻手轻脚把新娘抱起，一边让人打120，一边又掉过头给我狠狠一脚。你等着，我老婆要是没事也就罢了，要是有事，我跟你们没完！婆婆咧开大嘴嚎起来，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好好的婚礼就让这么个不懂事的玩意儿给糟蹋了，家门不幸啊，摊上这么个不知好歹的媳妇。经过检查，新娘子压根没事，但一点没事的新娘子却视我为仇人般，连带小叔子看我也咬牙切齿，说虽然他老婆没事，但我害他媳妇伤心难过，我就是罪不可恕，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不会让我好过。你不是说要离婚吗？那就离，我不想跟你做妯娌。新娘子恨恨地看着我说。小叔子马上嚷着要何刚跟我离婚，你要跟他离，我还能当你是我哥，将来爸妈的财产多少也能分你一点，不然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公婆见小儿子两口子都这么讲，立马支持。老大，你弟弟弟妹说的对，你跟你老婆离吧，一个让咱家当众出丑、不懂牺牲的人，有什么资格当我家儿媳妇？见何刚没吭声，公婆气急败坏。你要做不孝子吗？这种败坏咱们家门风的媳妇，你如果还要，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何刚面露难色的看向我，他在其他方面还都算让我满意，但唯独在这上面让我很不开心。我没想到他家都对我欺负到这份上了，他居然一点维护我的硬气都没有。想到这里，我捂住肚子，一脸难受。何刚问我怎么了，我说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可能在酒店时摔倒的缘故，让他送我去医院。小叔子立马指责我是想碰瓷他媳妇，就算真有事，也是你活该，别想讹我们。在他们的嘲讽冷笑声中，何刚扶着我出了门。经过检查，我怀孕了。何刚知道自己要当爸爸后，开心坏了。我们开了保胎药，回了家。何刚把我怀孕的事告诉公婆，本以为他们也会高兴，可以借此化解一下矛盾，缓和下关系。不料新娘子却生气的吵起来：怎么，母凭子贵？她怀孕了不起啊，就能抵消她对我造成的伤害了？还是说她肚里的孩子比我的孩子金贵？我不管，他们要是不离婚，我就打掉孩子。我一辈子可就结这么一次婚，这么珍贵的婚礼就让他给糟践了，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他。公婆一听急了，小叔子更急了，他们开始急赤白脸的催促何刚跟我离。怎么说都是他的错，就算我们有不对的地方，那也不是他搅和婚礼的理由。有孩子就赶快打掉，能给咱家生孩子的女人多的是，他这样的生出的孩子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孩子怎么能跟你弟的孩子比？也不看看你弟媳什么样，他什么样，勉强能看的玩意儿。现在是看脸的时代，为了孩子将来着想，你也得离婚。我和何刚在酒店住下，我问他什么打算，他提议离婚，不是真离，是假离，就是做个样子，到时候我们再悄悄复婚。我被他的提议弄得很无语，也很失望。何刚，明明不是我的错，你居然提这种要求，你还是人吗？你要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单亲家庭，你就打算这样当爸？不是说了吗？是假离，不是真的。你不知道我爸妈他们肯定会查证。这一刻，我对何刚算是失望透顶。这种男人不能替老婆撑腰，也不能给孩子撑腰。我结婚是想找个人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他明显不达标，那留着有什么用？不过就此真离，也太便宜他们了。怎么办？想到他刚才说到的查证，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1个月后，我向何刚的家族群发了离婚证的截图，证明自己和何刚离婚了。过了几天，我发朋友圈，办了个假的离婚证，你们看像吗？我觉得挺像的，反正真的离婚证他们都没见过，糊弄一下没见识的人足够了，他们还真能去查。反正想让我和我老公离婚是不可能的，我老公其实才不舍得离开我呢，只能阳奉阴违了。之后等我想起来删除时已经晚了，很快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何刚的也被打爆了。公婆气急败坏的要我俩赶快回趟老家，说是弟媳妇知道真相了，这2天在闹自杀绝食，眼看肚里的大宝贝不保，要我这个罪魁祸首回去磕头认错。我跟何刚火速赶回家，路上何刚还埋怨我，怎么就能不小心把买假证的事给泄露出去？你太大意了，他们肯定会不依不饶，到时候逼着我们真离婚可咋办？一进家门就见一屋子人黑着脸，我还没站稳，他们就骂开了，
一个比一个骂的难听。2万彩礼就能买进来当媳妇的便宜货，还赖在这里不想离了，真是没见过比你更贱的，把我们当猴耍。我们家不要你这么又蠢又坏的儿媳妇，你趁早跟我儿子离婚，这回我们一起跟你们去，看你怎么做手脚。我看他就是想借这个孩子拿财产，告诉你，就算你把孩子生出来，我们也不会认他，他不配当我的孙子，也别想继承我的一分财产。我气得嚷起来，我就是不离婚，我就是要把孩子生出来，你们管得着吗？到底是谁贱？逼别人离婚的人才真贱吧？怎么，你俩这么急着要我和你哥离婚，就是想独吞财产吧？你们这么干，就是想让他孤独终老，好安心做伏地魔。毕竟你就是个窝囊废，扶不上墙的烂泥，娶了个花瓶，一样是滩烂泥。父母会死在你们前头，到时候你们钱败光了，靠啥活？还不就是想赖上何刚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如意算盘。何刚听了，神色一变，他看向公婆，公婆脸色慌张，很明显的心虚，虽然嘴上否认，但表情已经暴露内心所想。何刚看起来很失落，并没有相信。而这时，小叔子已经暴跳如雷，嗷一嗓子就冲我扑来。我赶紧朝旁边躲了一下，在他的手碰到我的同时，朝后退去，摔在地上。我马上弓腰捂着肚子直喊疼，让何刚赶紧送我去医院。何刚见我脸色惨白，吓到了，慌忙一把抱起我，往门外冲。我流产了，躺在床上，耳边是何刚的痛哭，还有不合时宜的哀求。他毕竟是我亲弟弟，又刚结了婚，老婆还怀了孕，你要是真告他故意伤害，他坐牢，那他这辈子岂不是毁了？将来我侄子也会受影响。虽然他对你做了过分的事，可他毁了对你，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将来我们还会有孩子，你想咱们的孩子有一个痛恨他的叔叔婶婶和堂兄堂姐吗？爷爷过世时说，无论爸妈怎么偏心，做儿子的都得孝顺。爷爷是这世上最疼爱我的人，我不能违背他的遗愿，你能不能别让我为难？我知道对不起你，只要你同意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以后你要干什么我都支持，咱们家你说了算。听着他声泪俱下，我一边叹活该，一边想着我掐的点挺准，吃的药也不错，药效很好，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胎是让小叔子给我推流产的，内心还是愉悦的。歇够了，听完了何刚的哭诉，我睁开眼，换上了一副哀怨痛苦的表情。你别说了，我同意就是。何刚露出欣喜之色。我又接着说，不管他们怎么对你，因为是自己的爸妈弟弟，你都可以轻飘飘的一笔勾销，但我不同，他们跟我就是外人，对我一点不好我会记恨。我理解你，你也要理解我，我不指望你替我出头，我给我自己出头，你不能老拦着。我可以不去告他，但他们得补上欠我的彩礼，是30万，之前的2万算利息，还有5金，还有必须得亲自过来给我道歉。何刚立马答应，没问题，我这就去叫他们过来。慢着，我要他们诚心道歉，不要他们一起来，要一个一个的来，也省得他们人多势众，又想欺负我。何刚欣喜若狂的跑出去了。我手机响了一下，拿起一看，是何刚给我转的账，5万，留言是保养的费用。我摇头笑笑，为了他的家人，他也真能下本钱。为了宝贝儿子不坐牢，公婆老2口挺能豁得出去，还真来道歉了。道歉前也痛快的转账给我，真赚了30万。欠你的彩礼我们补上了，2年利息可只有顶多1万多，算起来你占了小2万的便宜，还有5金。你说别人结婚，你也能跟着得5金，真是
可我们大度也不跟你计较，够有诚意了吧？你也得说话算数。虽然还是挺欠的，演的也不自然，但我又没真指望他们诚心诚意的道歉。我只想他们出钱，所以还是比较满意。很快轮到了小叔子的老婆，都这时候了，她居然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我白她一眼，怎么，我的孩子流掉了，你很放心了是吗？可我们以后还会有的。她一脸不满，有什么好放心的？你们真正离婚我才放心，我会努力让你们离的。我表示惊讶，为什么？原来真正掉钱眼里的是你呀。她点头表示认可。我说我既然答应他们来道歉，就是想着以后好好过日子，都是一家人，放下恩怨不好吗？他愣了一下，笑了，你真傻还是假傻？读书读多了的后遗症吗？居然还想着一大家子和睦。我问他一家人和睦有什么不好，结果他笑得前仰后合，眼泪在飞。你没看过宫斗剧、宅斗剧？其实宫斗剧就是最高级的宅斗，普通人家其实也充满了宅斗。他盯着我发呆的表情，很满意，兴奋的讲解，大家都是为了利益斗来斗去，谁还嫌钱多？和珅要是不那么舔狗，家里又拆迁得了那么多钱和房子，我凭什么要嫁给他？本来我可以嫁得更好，可惜我没什么学历，进不了豪门，只能退而求其次，选了他这个拆二代。不过要是家产他们兄弟俩平分的话，那我也不会答应嫁给他，太少了，配不上我，所以我们一定会让你们离的。这个家的所有财产注定了都得归我，归我肚里的孩子。你说你读了大学又有什么用？连彩礼都不到我的1/10，便宜的要死。最讨厌你们这些高学历的女人，还非要标榜现代啊独立的，还动不动要不要彩礼，显得我们只能依赖男人，眼里光有钱。其实你们不过是因为没有美貌，只好另寻出路罢了。能靠男人迅速获得财富挺好，你们颜值平庸的女人走不了这捷径，只有我们这种漂亮的才配走，轻轻松松就能收获你们这种傻子奋斗好多年的。他越说越得意，仿佛已将我踩在脚下摩擦。我也很配合，热血沸腾，不甘心地与他对峙。你美貌有什么用？也不过是青春饭，花期短。我的聪明和能力是能跟我一辈子的，这个你永远也比不了。看到我的反应，他似乎很满意。怎么，戳到你痛处了吧？哈哈哈，就知道你们这些所谓高智商有文化的人虚伪，其实骨子里巴不得跟我们一样。可惜命运不垂青你们，只能走死读书的苦路。还说我花期短，我可以美容整容，延长花期，总好过你这种没啥花期的。我气急败坏，你漂亮了不起啊？漂亮人多了，照样被甩被出轨，我就不信你能勾你老公一辈子，让他到死都爱你。弟媳妇也被我激得野心勃勃，我能让他死了都要爱我，你信不信？我呸一口，我不信。怀孕是男人的出轨多发期，怀孕有好多副作用，肥胖、妊娠纹的，顺产会子宫脱垂，剖腹产会留疤，到时候你变丑变胖了，他还会对你有兴趣。你延长花期又怎么样？早晚年老色衰，何况还有审美疲劳。他生气了，眼中闪过一丝忧虑，说我嫉妒他。见他生气，我稍稍放心，继续刺激他。凡事没有绝对，你觉得他一辈子就只爱你一个？我劝你还是别太自信，光靠美貌风险太大，还是想点实惠的好，想法子杜绝他爱上别的女人，爱上了也没法跟别的女人生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争财产，这才算本事。不过你长得那么好看，智商可能就不太好看，我觉得你没这个本事。他恼羞成怒，
吼道：“我有。好嘞，那我就拭目以待。这段日子我过得相当不错，何刚对我言听计从，还收入上缴，家务全包，动不动就送我礼物，周末来个短程旅游，我日子还怪滋润，调养的也不错。见过我的人都说我气色挺好。空闲时看弟媳妇的朋友圈是一大乐趣，她经常在上面秀恩爱。我满肚子妊娠纹，自己看了都觉得恶心，可我老公却说那是最美的图案。配图是小叔子捧着他肚子亲吻的照片。最近更是放上了一条重大消息，足以震动整个朋友圈。我老公为我结扎了，他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只有我有资格为他生孩子。我和我的孩子将是他此生最爱的2个人，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他可以为我们去死。我孕期抑郁，为了让我有安全感，他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啊！我太幸福了，呜呜呜！配图是小叔子做绝育手术的病历，我笑了。可以想见，公婆心里得有多酸，多不乐意。毕竟，再喜欢儿媳妇的公婆，也受不了自己在儿子心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受不了儿子天天上演我心中老婆最重，老爸老妈都要靠边站，若为媳妇顾，父母皆可抛的戏码。不过这才哪儿到哪儿，等到了最后真相揭晓，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承受得住。如果有心脏病，不会要发作了见阎王吧？终于她生产了，小叔子抱孩子了，公婆万分开心。在孙子3个月时，又举办了盛大的百日宴，我和何刚回去参加，公婆满面喜色，嘴角扯上去就没再下来过。小叔子也一副志得意满的神色，弟媳妇更是春风满面。我跟她对视了一眼，她更嘚瑟了。她的闺蜜装模作样的问：“怎么没办满月宴啊？”弟媳妇低头一笑：“本来是打算办的，但我那时候不是没恢复好吗？就拖到了现在。闺蜜，这决定太对了。你看你现在这身材，这气色，比没怀孕时还要好。你婆婆和你老公一定照顾得挺好。”弟媳妇点点头，笑得更灿烂了。我生的双胞胎，一出生，公婆就奖了我50万，然后巴拉巴拉讲了一堆婆家怎么伺候她月子，老公怎么请人给她调理，怎么做产后恢复，月嫂就请了2个，出了月子就是一个月嫂一个保姆，光这人工费就1月上万。闺蜜表情夸张：“乖乖，这加上产后身材恢复、科学饮食什么的，不得好几万，比好多高级白领1月的收入还高呢。”宝贝，你真让人羡慕，不用工作就过上了多少人眼红的好日子，这才是全职太太。另一闺蜜：“眼红也没用，想躺赢得有资格，谁让咱宝贝先天条件好，不像有的人读书好有什么用，在大城市大企业上班又怎么样，挣的还不如你1个月花的多，自以为了不起，说到底不过是个打工的，结婚就暴露真实身价了，不受婆家重视，彩礼没几个钱，婚房5金的都得自己倒贴买，说的好听是婆家娶媳妇，其实是自己娶自己。说起来真是搞笑，她自己以为是独立女性，还挺骄傲的，其实在婆家眼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家看她就不值钱，哪像你，光彩礼就30万，再加上房子车，将来家产也都归你。你现在说起来也是身家千万的小富婆了。要我说，有钱还不是最让人眼红的，你老公爱你爱到能做出绝育这么大的牺牲，这比给钱难办多了，真是羡慕都羡慕不来。多少人里才有你这么一个幸运儿呀，这才是真有本事。他们很明显的意有所指，宾客们听了也都知道是在嘲笑我，而公婆他们听得清楚，却丝毫不介意，还很幸灾乐祸。
我知道这是故意让我难堪呢，可我一点不生气。我放下筷子，提出见孩子。弟媳妇和小叔子好像就等着我说这话，马上让人把孩子推了出来。好多人跟着我上前围观。哎呦，真好看，还是双胞胎，太难得了。过来欣赏婴儿的人纷纷感叹公婆好运气，这一胎得男还是双男，老何家人丁兴旺啊。公婆乐得一张老脸满是笑褶子。我一脸痴迷的盯着俩孩子看不够，弟媳妇的闺蜜瞧了，很得意。你流过产，听说流过产的人不好怀孕，说不准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生了，真可怜。弟媳妇叹口气，嗔怪道：别这么讲，我嫂子也怪可怜的，要是真的不能生育了，我会难过的。小叔子冷哼一声：媳妇，你就是太心软了，她流产就是咎由自取，谁让她在咱婚礼上作妖了？以后要是生不出孩子，也是活该。弟媳妇忙一把抓住我的手：嫂子对不起，你别听她瞎说，她也是太爱我，舍不得我受一丝伤。我笑笑拍拍她的手：我不介意，不过弟妹，你能不能把其中一个过继给我呀？医生说我很难再生了。你放心，你要是舍不得，我也不会让孩子离开你的，就是挂个名。众人一听，有的问我为什么，有的则劝我，孩子还是自己生的好，流过产也不一定就再也不能生，好好养成功率还是很大的，你还那么年轻。公婆听了却嗤之以鼻，她也算有自知之明，流过产的的确不好再生了，与其费尽自己生，不如捡现成的。再说她自己生能生出什么好的来？就她这样的，能嫁到我家是烧高香了，现在伤了身子，怕是这辈子都生不了，那就是个下不了蛋的鸡。这样的货色离开我家，还能再嫁得出去吗？为了将来，也得好好巴结我小儿一家。小叔子也趾高气扬的，眼睛一转，想到什么，语气傲慢的开口：嫂子，你说你这是何苦？不过我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孩子就给你一个，但只是挂到你名下，可不给你拿去养，省得把我孩子带坏了。到时候你家的所有财产都得归我孩子，为了我孩子的将来着想，从现在起，你们两口子都不许再乱花钱，要省吃俭用，除去每月2000生活费，其他的都得给我攒起来。弟媳妇一听，急忙附和：你们现在花钱太大手大脚了，你看你这身衣服得上千吧，以后可不能再买贵衣服了，超过100的不能要，化妆品也不要买了，回去就把车卖掉，出入坐公交地铁，也别再旅游，有那闲空回来给我们带孩子。把房子也卖了，2个人犯得着住3室一厅，住个1室的就挺好，省下的钱给我们，既然孩子要给你一个，就当是送他的见面礼了，以后每月给我们打8000，当我们替你养孩子的费用。众宾客闻言都纷纷摇头，不少人直言8000太多。弟媳妇问我多吗？我说不多，孩子就得富养，何况是他生的这么俊的孩子。弟媳妇听了很得意，一高兴他就让我随便选一个，反正都是男娃。我又使劲盯着2个孩子左看右看，一副不好取舍的表情，好为难啊！2个小宝贝长得都挺好看，越看越喜欢，真不知道选哪一个好。小叔子和弟媳妇听了越发洋洋得意。不过虽然是双胞胎，外表倒是挺好分辨，不像别的双胞胎生的一模一样，别人是生2次才能得2个完全不一样的孩子，弟媳妇是一胎就得了，真是太幸运了。我抬头看一眼弟媳妇，指着其中一个孩子，她长得跟妈妈简直一个样，太漂亮了。说完又看向另一个，
然后又抬头看看小叔子，脸上渐露困惑之色。哎，这个孩子怎么长得不跟他爸一个样呢？我开始以为一个像妈，一个像爸，可是听我这么一说，不少好奇的宾客又围拢过来，盯着两个婴儿使劲瞅。别说，刚才没注意，现在一看还真是不一样。这个很像妈妈，但另一个就跟爸爸长得不太一样。啥不太一样？简直完全不一样，也不像爷爷奶奶，到底像谁呢？弟媳妇一个闺蜜下意识的脱口而出，怎么看怎么像你那个前男友啊！话一出口，她也反应过来，吓得一吐舌头，赶紧捂住嘴巴。弟媳妇神色很有些慌张，瞪了那个闺蜜一眼。小叔子听到，脸色一变，低头仔细看那个小娃，越看脸色越难看。我装作毫无察觉，怎么可能？就算是，那也许弟妹怀孩子的时候见过对方，不是说孩子出生时先看到谁就长得更像谁吗？那弟媳妇这样的人肯定不是一般人，应该是怀着的时候看到谁最好看，以后孩子出生就长得更像谁。我这个解释好像还不如不解释，反正小叔子的脸色是一点没变过来。百日宴过后，关于弟媳妇孩子长得不像小叔子的传言多起来。何家小儿子长那样，能生出那么俊的孩子吗？长得跟他没半点像的地方，越看越像是别人的种。听说他家小儿媳没结婚前谈过10来个对象，各个家庭条件挺不错，可听说因为人家家里嫌他没啥文化，除了漂亮一无是处，没同意婚事。这些人里，就他家小儿子条件最差，要不是后来家里拆迁成了拆二代，他家又偏心小儿子，要把所有家产都给小儿子，这小儿媳妇能答应嫁给他？我还听说这小儿媳跟他家儿子谈的时候，没跟前男友彻底分手。有人见过他其中一个男朋友，长得跟他其中一个儿子真的很像。你看，这就是那个人的照片，你们看是不是很像？这些传言落到小叔子耳朵里，听得他越来越烦躁。弟媳妇的朋友圈自那以后也不再秀恩爱了，后来更是断更了。我忙于工作，不再关注这事。这天下班，一进家门，却见何刚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瘫坐在沙发上。我问他怎么了，他却哭了起来，半天才抽泣着告诉我，家里出事了。我们连夜赶回老家，回去才发现，出的不是一般的事，是轰动当地的爆炸性大事。简单来说，就是我小叔子在疑心的驱使下，给自己和2个孩子做了亲子鉴定，结果发现他和2个孩子没有血缘关系。知道真相后，不止他，公婆也崩溃了。他们逼问弟媳妇，这才知道原来传言竟然是真的。弟媳妇决定嫁给小叔子时，忍痛跟2位前男友来了场隆重的告别仪式。结婚后一段时间，依旧没忍住，还是继续跟他们藕断丝连，所以并不能确定到底谁才是2个孩子的亲爹。这下公婆他们更崩溃了，因为头顶上不是一般的绿。小叔子找那俩前男友时，那2人还一个出国，一个在外省工作，人找不到，反正找到了也改变不了被绿的事实。再想到自己还结扎了，像个傻子一样被人家耍得团团转。最关键的是做了腹通术后好几个月不见动静，一查说是小叔子在生育的几率很低，不出意外，这辈子怕是不能有自己的娃了。小叔子简直要疯了，火越来越大，大到极限就不出意外的爆发了。他把孩子和弟媳妇都掐死了。据说2人争执时，弟媳妇开始还辩解，说自己当初婚礼上是想办法来个自然流产的，就是让我背锅，然后再生个能确保是他血脉的孩子。
后来又恼怒地质问他，说他根本不爱他，爱一个人就要爱屋及乌，真爱一个人，怎么会不去爱他跟别的男人不小心生的孩子？何况这孩子以后还只会喊他爸，骂小叔子心胸狭隘小男人。结果小叔子火气上涌，掐得更用力了，还一下掐了3个人。小叔子被判死刑，没几个月就执行了。公婆因为这事受刺激太大，天天恨得咬牙切齿，以泪洗面。坚挺了几个月后，在小叔子死后再没能坚挺下去，一个脑溢血死了，一个身染重病也很快过世。因为知道事实真相后，公婆他们就果断办了手续，弟媳妇名下的财产都被收回。为防万一，除了一小部分在小叔子手上，其他的都划到了公婆名下。案子发生后，小叔子的财产赔了弟媳妇娘家人外，居然还有结余，结余的也自然归了公婆。公婆一死，又都归了何刚。几个月后，我跟何刚提了离婚。出了这种丑事，我还怎么能跟你继续生活在一起？将来也不能有孩子，你忍心让他被人指指点点？有这样的叔叔，将来还不知道怎么影响生活。我也不想将来他知道了，说我是一个只值2万彩礼的窝囊废妈，说你是个没能力给妈妈撑腰的软骨头爸。在我的坚持下，他最终只能答应离婚，因为自觉对不住我，除了我俩的共同财产他都留给我外，我还得到了1多半从公婆处继承来的财产。我一下子成了身家千万的小富婆，心态一下放松很多。世界这么大，我决定以后没事就去看看。